不行了，胖三儿，我得歇会儿。我好像看见我太奶在对我招手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您再忍忍，皇上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，30天内到不了回南关是要被砍脑袋的。反正都是死，不如我先砍了你，然后我再找棵歪脖子树吊死，也省得遭罪。跟你开个玩笑，能不能有点幽默感？我好歹是21世纪的理工高材生，上能造枪炮，下能产后护理，怎么就穿越到这个鬼地方了？前身还是掉进茅坑里淹死的，太丢人了。吵死了！一群酸秀才做的什么狗屁事啊！哼，我等做的是狗屁事，倒要领教江公子的是才。我有一联：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，腹中空。江月兄，他骂你呀，还敢骂本少爷？给我打！住手！上官元直，本少爷教训几个酸秀才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胡作非为，今天本姑娘就来管教你。男人婆，难怪你20了都嫁不出去，活该你当老姑婆。你找死！跟我斗？这是5步失魂散，效果显著。让你打我，就因为那个草标，事情彻底闹大。这玩意儿是卖身葬亲才用的，我这前身真是个作死的天才。镇国公上官元冲，上官苑芷他爹是主战派，我爹江守业是主和派。我这一闹，正好给皇帝老儿找借口打压我爹，平衡朝局。赐封梁国公府之长子江远从九品裴荣副尉，前往回南关上官崇之麾下听命，限期30日内抵达，即日启程，怠慢延误斩。陛下，恳请陛下开恩呐！微臣那小儿不习武艺，体弱多病，怎堪当此重任？我看你那儿子街头打架，堪比军中猛士，正适合去边关报国。你我皆是朝廷重臣，当为表率才是。就这么被当成棋子发配充军了，从九品裴荣副尉，听着还不如弼马温呢。少爷，老爷让小的交代您，此番去回南关，生死系于天命，令少爷莫再惹是生非，好自为之。就是不管我死活了呗。我出门他都没送我，不是说他被罚不用上朝了吗？老爷最近在忙着纳妾。老家伙，这就准备开小号了，雨还没下就着急买伞，也不怕死在女人肚皮上。哎呀，少爷可不敢乱说，此骂妇是大不孝啊！切！我靠，有人跳河！少爷不可呀，您不会水呀！完了完了，这要是跟上次掉茅坑里一样捞不上来，我也得死啊！少爷，他都死了，您，少爷难道还想蹭个热乎？我的天，少爷的变态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吗？救人要紧。少爷，您这是在救他？不然呢？少爷，您还会医术啊？我会的多了，这才哪到哪。少爷威武，医术高超。喂，我家少爷好心救你，你连个谢也不道吗？你干什么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你为何一再寻死？放开我，让我死！少爷，赶路要紧啊，人救过了，他再寻死也与您无关了。胖四，去拿绳子来，把他绑了，咱们去附近村里问问。好啊，你个小贱人，不但偷家里的钱，还在这儿跟小白脸勾勾搭搭抱在一起，被我抓个正着。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嫂嫂，我没有，小茹真的没偷钱，还敢狡辩！哎呀，
呀，打人了！小贱人找野男人打嫂子了！外来的小子敢动手打人，别想走了！哎呀，光天化日，男男女女抱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抓你们去陈堂！你个不知好歹的贱人！我好心跟你说了门亲事，陈老爷愿意收你做小妾，你还敢出来私会小白脸？嫂嫂，小茹不嫁，死也不嫁陈员外。不嫁？我都收了陈员外20两聘礼了，只要你嫁过去，陈员外就免了全村1年的租子。你问问这些叔伯，他们同不同意你不嫁？你们为了自己那点利益，逼一个小丫头去死，也算是人干的事，畜生都比你们强。胡说八道！抓了这个小子，陈堂！跟这帮人没道理可讲，那就只有打了。我看谁敢动！好大的胆！哪儿来的黄口小儿，敢在冀州县内动用兵刃？你又是谁？信不信本公子一刀砍死你？大胆！敢在县令李大人面前放肆，还不放下兵器，磕头求饶！既然你是县令，来得正好。这帮村民逼良为娼，害得这小丫头投河自尽，你管不管？本县治下断不可能发生此事，你这后生不得胡言。若有冤屈，可改日去县衙鸣鼓地状。改日他还有命在吗？你这狗官！放肆！左右，将这狂徒给本官拿下！都给我止步！我看谁敢动我家公子！我家公子乃是圣上亲封的裴荣父卫，当朝宰相，梁国公府的长公子，我看谁敢动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，现在知道怕了，不报名号，还当我家公子是山里猴子是吧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呀！下官李锦书在此等候公子多日了。下官当年进京赶考，宰相大人正是主考官，下官也算是宰相大人的门生啊。原来是我爹的学生，怪不得。原来如此，李县令客气了。公子，请随下官回县衙，下官已备好酒席为您接风。不急，烦请县令大人将这一干人带回衙门，好好审一审。听见没有？把这些刁民全都带回衙门。小女子早年丧失双亲，跟着堂兄堂嫂过活，堂嫂为20两银子，要将我嫁给80岁的陈员外当小妾，还污蔑我偷钱。小女子走投无路，才投河自尽。大胆刁妇，你可知罪？大人冤枉啊！是这小贱人不知好歹。看来不上刑，你是不肯说实话了。来呀，拖下去，重打20大板。着令你退还聘银，日后不得再为难小茹，若再犯，留徒3000里。公子，小丫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小女子的命是公子所救，愿为奴为婢，侍奉公子左右。小女子若回去，还是难逃一死，求公子成全，求公子成全。小女子愿生死相随。罢了罢了，你起来吧。既然你如此坚持，那便跟着我吧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，小茹一定尽心侍奉公子。以后不许再这样伤害自己。我此去边关，凶险异常，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公子放心，小茹不怕吃苦。彭四，带小茹去街上买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再找个大夫处理下伤口，带她去吃点东西。是，少爷。累死了，都早点睡，明天还要赶路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到了回南关再说。学会物理化，走遍天下也不怕。我现在都不按走遍天下来算，我这都走到平行时空的世界了。公子睡下了吗？还没。小茹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抱着被子做什么？奴婢过来服侍公子。服侍？不用服侍，你个小丫头才多大？奴婢听胖四哥说，公子以前每晚都有丫鬟服侍的，是公子不喜欢小茹吗？又是胖四这个混蛋教的，好的不教，教些歪门邪道，我去找他。公子不要怪胖四哥，他也是为公子着想，说公子身边不能没人端茶倒水。哦，只是端茶倒水啊。不行，地下凉，染上风寒怎么办？小茹，你识字吗？奴婢家贫，不识字。
那怎么行？要做我江远的贴身侍女，不识字，将来回了燕安城，还不被人群纨绔笑掉大牙？从今天起，我教你读书识字。公子要教奴婢读书识字？当然，奴婢一定好好学，不负公子期望。好了，今天太晚，我先教你一个字。这是人字，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，人立于天地之间，当相互扶持，不可妄自菲薄。记住了吗？人。好啦，抱着你的被子回你房间去吧。我没有半夜喝茶的习惯，别听胖子瞎说。买了新衣服就换上，赶紧回房睡觉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看相算命，不灵不要钱。变。这位小友，相遇即是缘，贫道有礼了。道长客气。小友，我观你面相，乃大富大贵之人，不过你印堂发黑，近日恐有一劫呀。哦，那道长要我如何消灾解难？小友此行前路凶险，若想平安，须有贵人相助，而贫道恰好就是你的贵人。道长可曾见我额头上刻着人傻钱多4个字？小友请留步。这台词怎么这么耳熟？道长，你要是没饭吃，我请你一顿，但那些小把戏就收起来吧。正合贫道之意。这老道脸皮真厚。掌柜，给道长上素食。素食是秃驴吃的，给道爷我上2斤猪头肉，2斤烧酒，2只烧鸡，10个包子。你吃得完吗？无妨，公子莫不是怕付不起饭钱？行，胖四看着他，他要吃不下，你给我硬喂下去。是，少爷。厉害！胖四，你悠着点儿。少爷，咱们得快点儿，天黑前赶到兴州。听说这冀州和兴州交界的黑风山有山贼呀。小友，请留步，等一等道爷我。道长，你追我干嘛？饭也请了，酒也喝了，你还想长期蹭饭不成？正有此意。贫道知恩图报，受公子一饭之恩，怎能不报？我观公子此行前路坎坷，眉间暗藏杀伐之气，但你文弱之身，怕是……道长，换个人骗饭吃吧，别逮着我一个人啊！贫道不打诳语也罢，一饭之恩也得报。老道我传你一套刀法。此刀法乃贫道自创，配合战马冲杀，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胖四，给道长1贯钱，这杂耍的不错，我们走。不管，你看了我的刀法，咱们就是师徒了，你得管为师的饭。老流氓！和你们还碰瓷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我认栽，就当养条狗了。你起来吧。这就对了嘛，我的好徒儿。我是收留了你，别乱攀关系。我这是要去西天取经吗？怎么什么牛鬼蛇神都遇上了？小茹，别按了，念歇会儿。奴婢不累。公子头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，傻丫头。这是多久没下雨了？怎么这么干旱？少爷，快1个月没下雨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庄稼就全完了，怕是又要……徒儿啊，为师前几日夜观天象，算出这关中之地出了一个法力高深的旱魃。那正好啊，道长法力高深，快去除妖吧，也好收点香火钱，别老在我这骗吃骗喝。为师打不过。我倒是无取经下凡，
区区旱魃不值本公子出手。你这厚脸皮，已有为师年轻时的一丝风范，不错。少爷，前面就是黑风山了。据说山上有山贼，头目叫胡荣，是个江洋大盗，身高8尺，腰围也是8尺，还喜欢吃人肉。咱们得赶紧过去啊！几个毛贼而已，老爷手中的刀可不是吃素的。不好了，少爷，前面杀人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想要从此过，问过爷爷我了吗？众位好汉，若缺钱花，在下这里有些钱财，尽管拿去，行个方便如何？钱老子要，马车上的小娘子老子也要。至于你们3个男的，就留在这山上喂狼吧。没得谈了，那就干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少不得要过2招了。你一个小白脸，也敢在老子面前叫嚣！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姓，黑风山猛虎刀，无容是也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没听过？找死！好大的力气！少爷，小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不要！谁在暗处偷袭？有种出来！就你也配？是何人？山南东道杜青，听闻此地有恶贼，特来除害。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杀。唐四你怎么样？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大侠武艺高强，嫉恶如仇，实乃我辈楷模。顺手而已。大侠，实不相瞒，在下乃当朝宰相之子江远，此行正是奉圣上之命前往边关杀敌报国。大侠既有如此身手，何不与我同去，建功立业，名垂青史？我会去边关，但不是现在，等我办完事儿，自会去找你。后会有期。大侠，我等你啊！没会有住，可惜了。徒儿想招揽人家，读书人就是心眼多，还不是因为你们一个老的，一个小的，一个还重伤，我不找个打手能行吗？若不是那游侠出手，为师早就把他们全解决了。得了吧你！这是什么？还以为是宝贝，原来是些种子。等等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眼熟？棉花，是棉花种子，这可是这个时代的宝贝啊！保暖的棉衣棉服，还有纺织业的发展，发了！这次真的发了！徒儿得了什么宝贝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去，老不正经，别乱看。6月无雨，旱风起，素苗不秀，多黄死。这旱魃害人不浅呐！公子，什么是旱魃呀？问他干嘛？你家公子胸无点目。还有老神棍，散伙还来得及啊！又是起水榜，这都第几回了？可不是嘛！天再不下雨，咱们都没活路了。听说知府大人要开坛做法求雨呢。道长，这起水榜你怎么看？还能怎么看？站着看呗。就不该跟这老神棍说话，迟早被他气死。诸位公子，这榜文上写的是什么？旱魃为虐，灾情惨重，今本府求贤，若能有祈水之奇人，解此旱情，悬赏纹银300两。
看来府尹大人是真没辙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往北旱情更重，咱们这新州府又没大河，难呐。咱们倒是有条贵河，可惜河床太低，水根本引不上来。见过府尹大人。不必多礼，本官张贴榜文已有数日，若有能人解我新州旱情，不管成败，本官都感激不尽。道爷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上去接了榜，开坛做法，300两银子到手。你这孽徒要害为师啊！为师什么时候说过能请得动龙王？擅请龙王可是大罪。哼，你这神棍气质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大人，如今旱情严重，望大人早日向朝廷奏请，拨发钱粮救灾。本官早已上报，只是北方灾情更重，朝廷难呐。我等愿连连上书，请圣上拨发钱粮。胡闹！你等一介书生，不好好读书，连什么名？严先生此言差矣，我等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，如今百姓困苦，岂能坐视不管？望大人允我等联名上书。望大人允我等联名上书。求人不如求己啊！是岁将南汉，曲州10人那样的惨剧，想想就反胃。既然有能力，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。完了完了，这张饭票没了！盖了官印的榜文是能随便接着玩的吗？接榜者何人？这不是燕安城大名鼎鼎的江远江公子吗？你认识我？怎不认得？半月前，江公子在燕安醉月楼可是好大的威风。哦，原来是故友啊！幸会幸会。我倒是谁敢接榜，原来是江公子。不知道江公子有何贤能，敢接此榜？我倒是知道江公子对于寻花问柳、打架斗殴是行家里手，至于其他才能，还请赐教啊！教你妹！本公子看你们这群酸鸡在这嘎嘎乱叫，惹人烦，很不爽。大胆！你不学无术之徒，也敢来此接榜？看来圣上将你赶去边关是最圣明的决定。什么？他就是那个花花太岁江远？就是他，当街羞辱郑国公之女，这种人也敢接榜？好了，休得吵闹！你果真是梁国公之子，你可明白这榜文随意接不得。本公子自然知道，我敢接，自然是有办法。不如去您府衙一叙。大人不可，此子乃是出了名的纨绔，他如何能起得水来？大人莫要被他诓骗了。大人您看，此子常与江湖术师混在一起，他这是想诓骗大人呢。谁家没教好的崽子，敢说道爷是骗子？信不信道爷一巴掌抽死你？有种你打呀！你这道士和江远混在一起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你让我打的哈，要不要再喊两句？你敢当着府尹大人的面打人？我看你们是还没挨打够。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此等狂徒接榜，恐是要行诓骗之事，望大人三思啊！望大人莫要上了这狂徒的当啊！行了，不就提个水吗？且等我3日，3日内我若弄不来水灌溉田地，我跪下向你们赔罪；如果我弄来了水，也要你们跪下，你们自扇3个耳光，敢不敢赌？赌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不学无术的纨绔如何在3日内取出水来。徒儿不可轻言呐，这赌约，烦请尹大人做个见证。本官自然做这个见证。既如此，咱们好好聊聊，最好弄一桌酒菜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乃裴荣副尉，与我算是同僚，自然有酒菜招待，请。真是一头野猪转世啊！尬得我脚趾头都能抠出一间四合院了。不知江公子打算如何在3日之内取得水来？能取出水来，但此事还得尹府大人鼎力配合。只要公子能取出水，本官定然鼎力配合。好，烦请去笔纸来。
江公子，你这画的是何物啊？铁管，我画的这些铁管不像吗？铁管儿。这2个物件要严格按照图纸打造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府尹大人可连夜找来工匠，按尺寸开炉，浇铸出这些铁管。恕在下愚钝，不知打造这些铁管有何作用？自然是用来取水，不过光有铁管还不行，你们再去找些牛筋，炮制成小半寸宽的柔韧金条备用。江公子，这取水可是大事啊！我听闻兴州有条贵河，只是河床极低，无法取水，可为真？没错，那贵河河床极深，本官曾想筑坝，奈何地势险峻，难以筑成。烦请张大人召集一些民夫，再找个熟悉贵河的向导，我需要去实地看看。就这？当然不止，这些铁管务必今晚开工，最迟不得超过明日下午。还有牛筋，也要连夜赶制，时机很紧。对了，我住在悦来客栈。景贤啊，你觉得这江远可信吗？大人，如今大汉，观其神态自若，言之凿凿，不如试试又如何？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也罢，景贤啊，你且去安排工匠，就按他给的图纸连夜打造。徒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趁天黑跑路吧。反正你爹是梁国公，他们不敢真拿你怎么样。导演，你也觉得我取不出水来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呀……你怎了？快说！其实告诉你也无妨，但你不可外传。老道我人品稳妥，绝不外传。其实我乃水德星君转世下凡。徒儿，你已初步领悟到混江湖的诀窍，可喜可贺。啊，导演，可千万别泄露我的身份啊！老道我还是要点脸的。公子，你回来了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奴婢要等公子回来。奴婢看老道大叔回来了，就准备给公子打洗澡水。我自己来就行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公子不可，你乃尊贵之身，怎能做这等粗活？奴婢提得动的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干太多重活影响长身体。对了，这里是大周，男女有别。哎，看来我们都还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。傻丫头。张大人公务繁忙，特命在下陪公子去贵河查看。按这走向，河水最终怕是得流入地底。这也是为何无法筑坝的原因。这条河道此等深度，是否直抵源头黑风山？正是如此。吃水流量还行，缓解旱情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。只是河道如此之深，就算用采水车，也是杯水车薪。无妨，即刻命民夫在此筑水坝。筑水坝？这要是筑得了，还需公子您一个小小水坝而已，不用太大，就在河底筑1丈高。筑坝时不用完全截流，让大部分水依旧往下流。算了，别解释了，干就完了。这是我在大周画下的第一道痕迹。其出身贵胄，而能安于苦心，与庶众相得，此子日后必有大为。公子，俺婆娘做的，不嫌弃就吃点儿。多谢大叔。这种东西就是他们平日的饭食吗？大叔，兴州不是种麦子吗？为何吃这个？哎呀，公子有所不知啊，今年冬麦收成不好，交了税租就没剩多少了。如今又赶上大旱，怕是以后连这粟米都吃不上了。你稳坐国强，爹，我好像有点理解你了。江公子，筑这小水坝有何用啊？自然是为了抽水。笑话！筑这高不过丈许的小坝就想抽水？你是来戏弄张大人，戏弄我全兴州的百姓的吗？我看他分明就是戏耍我等。他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今日我们就一起看看，这个纨绔到底是真有本事，还是把我全兴州百姓当猴耍？等会儿我上去，
嘴都给你俩打烂。田公，我需要的东西可是已带来。公子所需物件都已带至。好，麻烦大人将铁管吊下来。虽然比不上香蕉，但也勉强能用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水锤泵，给我装！放水！成了！看，疯了，就知道这纨绔毫无本事，不过是招摇撞骗罢了。唉，何苦相信一个纨绔的戏言？大人，水上来了！神迹呀！大人，江公子做到了，我兴州百姓有救了！果真是神迹也！水真的上来了！张家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感谢神明，感谢江公子！喂，拉我一把！江公子有鬼斧神工之才，实乃我大周之幸，百姓之幸啊！诸位父老乡亲，请随本官一同拜谢江公子大恩。拜谢江公子大恩！小老儿定要为江公子立长生牌位。这就是被认同的感觉吗？真好，真爽！江公子，想不到你有鬼斧神工之才，不知那自动取水的物件如何称呼？就叫它水月吸水器吧。水月集水器，好名字！江公子真乃神人也。区小大耳，不值一提。我平日里没事，喜欢研究格物罢了。张大人，一台集水器所集之水有限，若想全面缓解旱情，可沿归河依次筑坝，架设多台集水器，再开沟挖渠引水。江公子所言极是，老夫回到府衙就即刻安排工匠日夜赶制。张大人还可以将此图上报朝廷，救更多州县的百姓。老夫也是如此想的，而且老夫定要另起奏章为江公子请功。大可不必，我在延安城的名声报上去也无人信我。这等大功，老夫一定要为你请。若有人敢怀疑，老夫就拉他来新州亲眼看看。张大人，在下还有一计。江公子但讲无妨。大旱灾变已成，等物极必反。如今有集水器缓解旱情，兴州自然无碍。等大旱之后，必有大涝。张大人还是得及早防范才是。诚所谓有阳则有阴，前有大旱，后必有大涝。我家公子自幼研学格物，穷究万物之理，此乃自然规律。道长喝醉了，胡言乱语。我们说正事。这大涝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如今大旱怎会有大涝？大旱之后，土地干旱，一旦气候骤变，季风带来丰沛水汽，短时降下暴雨，干涸的土地难以吸收，河流也无法排泄，水涝之灾便随之而来。此子动手能造神物，言论又直指天地气象之本质，传闻有假，还是说他一直在藏拙？此子势不可测，以公子之见，要如何应对？如今大人势必要开渠引水，何不就此机会将沟渠挖深挖宽，完善水利，既应对了旱情，又能为将来的水涝做出防范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未雨绸缪，公子之言甚是。张显礼在犹豫，也对，北面流民四起，他的当务之急是抗旱、收粮、关城门。现在说防涝，确实有些遥远了。我也不知道季风何时会来，只是猜测，不敢断言。公子所言，老夫记下了。来，江公子饮酒。娘，我饿。乖，娟儿，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娘，娟儿真的好饿好饿。公子他们好可怜。走吧，回客栈早点睡，明早还要赶路。公子，
子，帮帮他们吧。不是我不愿帮，奴婢看见他们，就想起奴婢小的时候，爹娘也是饿死的。求公子，小丫头，这灾民成千上万，你家公子就是把裤子卖了也救不完呐，莫要为难他了。望公子救一救他们。他也还只是个孩子，初级生情在所难免。唉，罢了。黄四，回刚才的酒楼，把他们所有的吃食全买了，分给这些灾民。少爷，这都半夜了，酒楼怕是没什么吃的了。有什么买什么，只要是吃的就行。少爷最近真是性情大变，又是懂医术，又是懂格物，现在又见不得侍女哀求。哎呦，乖乖，不会是那天掉茅坑里，脑子被粪水冲开窍了吧？奴婢谢过公子，是奴婢要求过分了。吃的过分就好。公子，我家少爷施舍吃食了。哎呀，低调点儿。哎呀！娟儿，快吃！娘亲也吃，娟儿只吃一点点就饱了。娘亲先吃。娘不饿，娟儿吃。娘亲也吃。公子，您怎么了？小茹，去将那对母女叫过来。民妇拜见公子，小姐。你们母女是何方人士？为何流落至此？民妇夫家姓王，是张掖县人。因旱灾和兵乱，夫君带着我们逃难，刚出县境，就遇上北突兵败，夫君他命丧刀下，只剩我们母女侥幸逃脱。北突人破了回南关了？或许未破，但时有小股北突人绕过回南关，烧杀抢掠。小股北突人从鹰公岭逾越之事时有发生，无非是骚扰袭扰，让上官崇之分心罢了。倒爷知道的挺多，早就说过了，为师我前算800年，后算500载，区区小事，掐指一算便知。这老道来历不明，处处透着不惯，必须提防。如今你们母女二人有何打算？民妇生死听天由命，只求公子垂怜，带走我儿，不管为奴为婢，只要能给他一口饭食，给他一条活路，民妇来生定结草衔环相报。娘亲不哭，小娟儿乖，小娟儿不饿了。罢了，你母女二人可愿进我江府为奴，与我家为奴3年，3年后若有去处，可自行离开。民妇愿意，民妇愿意。娟儿，快给公子磕头。小娟儿拜见公子，小娟儿很乖的。随我等回客栈，我给你写封信。明日你带小娟儿去燕安城梁国公府找赵管事，他会安排好。他若敢刁难，你就告诉他，等我回去打断他的狗腿。谢公子大恩。公子，奴婢可以为您研墨吗？当然可以。可是奴婢不会，公子可否教奴婢？哎呀，没有人生来就会，都是学的。公子又谈奴婢，不过奴婢心里是欢喜的，公子别生气。你看，就这样，来，你试试。公子，往后奴婢专门为公子磨墨。前日教你的人字可学会了？奴婢学会了，写给公子看。小茹写的真好啊！是公子教的好。我写的还不如你。既然你天分这么好，我今日便教你一个长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人一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，但因后天环境影响，习性就各不相同了。你带着这2封信去梁国公府找赵管事，他们会安排好你们母女。谢公子大恩。路上要乖乖听娘亲的话。小娟儿最乖了，小娟儿听娘亲的话。
胖四，你悠着点再这么搞，我还没到回南关就没命了。坏了，少爷，兴州府那府尹的300两银子没给。这个狗官，我说昨晚怎么进劝我酒，原来是要赖掉这笔银子装糊涂。少爷，我这就回去找那狗官。算了，便宜这狗官了。道爷，眼看就要离开关中了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跟着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当然是为了吃饭呢。听道爷装神弄鬼的本事，去到哪儿没口饭吃？跟我这混吃混喝10几日了。老道我算出与你有师徒之缘，特来助你去边关建功立业。胖四，拿家伙。道爷，今天不说出你的目的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少爷，我早就看这老道不是好东西。哼，咱们刀一划，让他脑袋搬家得了。哎，别这么大火气，有话好好说。快说！好徒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真是为报那一饭之恩。胖四，动手，身后挖坑。好嘞，且慢动手。少爷，这老货会武功，快割死他！逆徒，你还真敢对为师动手啊！道爷果然深藏不露，跟着我怕是另有所图吧？老道我跟着你能有什么企图？无非图那1日3餐而已。我呸！胖四，给道爷拿100两银子。你不是图吃喝吗？这100两够你吃喝3、5年了，拿了赶紧走。道爷，我原本打算此生不再暴露真实姓名，可你这逆徒非要逼我，你站稳了，道爷我乃……哎呀，本公子不听，你拿了银子赶紧走。开玩笑，万一爆出个江洋大盗的名号，我们3个都得玩完。逆徒，你逼贫道说，现在却又不肯听，哪有这样办事的？还不听，王八念经！好你个贼盗，休伤我家少爷！哼，你这家丁倒也忠心。当年我临阵杀敌，你这样的杀个1000也有800，庶子，你听清了，老夫黎元成。黎元成？老道，你是黎元成？你是来杀我家少爷的？胖四，这黎元成是谁？哎呦喂，少爷，这黎元成是咱们江家的死对头啊！他以前是大将军，5年前兵败，导致北突人长驱直入，被夺10余城。他兵败与我何干？为何要杀我？那是因为他家被满门抄斩，是咱们国公带人干的呀！完蛋了，老爹杀了人家全家，现在落人手上，还能友好？那个道爷，冤家宜结不宜结，这都过去的事了，咱要不就算了？当年兵败，我也有错。皇上听信冤人之语，安插宦官监军，误我粮草军械，被北突人20万大军围困，10万大好儿郎死得一干二净。我作为主帅，理应战死沙场，却被部下打晕，拼死送了出来。道爷，我并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护你周全的。会合？喂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爹抄了你全家，你现在说来保护我，你应该把我剁成几十块才对啊！其实当年梁国公带人去我府上抄家，老夫还得感谢他。会合？
冤党尽谗言，圣上要杀我满门。梁国公主动请缨，才能偷梁换柱，将我一对儿女救下送走，又用死囚替换了我这才得以活命。大将军，原来都是自己人啊！不要再叫什么大将军，我现在就是一野道士，你还是叫我道爷得了。我懂点易容之法，那星州府尹自然认不出我。道爷，既然是自己人，你非要装神弄鬼的，你看，生出这么多误会来，快给我收了神通吧，脚还麻着呢。你爹暗中找到我，让我护送你至回南关。你以为我想来？便宜老爹安排的，看来这爹还挺关心自己的嘛。可胖四不是说他又忙着娶小妾开小号吗？原来如此，一路辛苦道爷了。道爷，你别笑了，你这笑声像狼啊！世人皆骂姜公软骨头，可笑那些蠢人。倒是你恶名传天下，不学无术。你爹托我好好管教你。嘿，我说道爷，你说谁不学无术呢？那星州的水车不是我造的吗？哼，奇技淫巧而已。小子，你有福了。我说了要收你为徒，就收定了。老夫准备花1年时间传你刀法和谋略。别，道爷，我哪吃得了那苦？咱们到回南关就散伙，你找我爹，我守我的关，互不打扰。哼，就你手无缚鸡之力，还守边关？你当那上官重之会像你爹一样捧着你？做梦！他不弄死你，就算你命硬。李成，你没事刨根问底干什么？平白无故多了个师傅，好日子到头了。公子救我！小茹，要吃人！公子。带着小丫头回马车，这里交给我。我不敢想，那锅里煮的是什么？这个世道，好疼，发烧了。道爷，小茹烧得厉害，如何是好？糟了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可怎么是好？你不是道士吗？怎么连个发烧都没办法？道爷，我就是个假道士，带兵打仗我在行，治病救人我哪里会？对不住了，道爷，我也是急的。实在不行，只能连夜赶路去100里外的榆门关。不可呀，道爷，山高林密，没带马灯，走不了夜路。如今只能用土办法了，但愿有效。公子，奴婢怎敢辛苦公子？傻丫头，哭什么？发个烧而已，看把你吓的！真是越来越看不懂少爷了，难道真被粪水呛得变性子了？这城墙如此低矮，能防得了谁？这里原本是个铁矿产地，我兵败后，这里才加高了些城墙，成了抵御北突人的关卡之一。张山富含铁矿，大周1/5的铁矿出自这里。那为何不修得高大些？回南关才是真正的天险，若是失了回南关，北突人就可长驱直入中原腹地。你到了就明白了。进城交钱，
每人50文，马车100文。抢钱啊！1斗米才10文钱，进个城就要50万。庞四，把车堵在门口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车里坐的可是当朝。别废话，宰相的儿子也得交钱。这地方兵丁不是什么宰相之子，庞四低调点。是少爷。怎么不摆架子了？跟这些蛮横的兵丁没道理可讲，除非他们将军亲自来，审时度势，偶尔装装孙子才是好办法。抽空去见一下此地的折冲校尉柳振武，7品官，管着500兵丁，还监管炼铁，肥得流油，结交一下对你有好处。吃，都吃，可憋死我了。小茹，别管我，你也吃。公子，奴婢想去街上买点针头线呢。让胖四陪你去，多带点钱，想买啥买啥，也给自己买点胭脂水粉、新衣服。奴婢知道了。大中午的睡什么觉？陪为师去铁匠铺看看。道爷，您放过吧，赶了一天路累死了。逆徒，还不是去给你打造兵刃？不学行不行啊？不行！不好了，少爷，小茹被人抢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少爷，小茹被几个兵丁抢走了，还把小的打了一顿。他们人多，小的打不过呀。多久了？往哪边去了？就刚刚的事儿，那边。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家公子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反了天了！什么人？我是你祖宗！给老子把人放了！公子救我！哟呵，敢在我们面前耍刀，你这书生活得不耐烦了。你这书生，识趣的话赶紧滚！你这小娘子，让他赔哥几个1碗，明儿就还给你，洗洗还能用。你不怕我告到你们将军那儿去吗？你要去告便去告，我家将军要是因为这点小事怪罪我，把脑袋给你。小子，滚回去读你的书！你这小娘子，大爷我要定了。不要！放开他，这就对了嘛。说话小点声，你一个书生，将来功成名就，这样的小娘子多的是。是多的是，但这也不是你抢我人的理由。公子，你快走，不用管奴婢了。别怕，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是侍女，是我妹子，听到了吗？好你个书生，竟敢杀了伙长！糟了，这是军阵，武艺再高也难脱身。退后，往屋子里退。大胆贼人，敢在张仪县杀害兵卒，快跪下受死！这又是个什么官？对证而已。道爷，能杀出去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多兵丁，还有弓箭手，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道爷，不杀出去，他们也会进来杀了我们，不是一样要死吗？都是奴婢的错，连累了公子。没事，他们不敢乱来。你且听我说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我妹子，谁问你都这么说，明白吗？奴婢记下了。道爷，你守好房门，谁敢进来就砍了谁。屋内的贼人听着，再不出来受死，便将尔等砍成肉末，头颅挂在城头示众。你管谁叫贼人？你这小小对证也敢在本公子面前较真？速速去找你家将军，让他跪在我面前请罪！大胆贼人，口出狂言，放箭！你这不长眼的对证，你敢朝本钦差放箭？你想造反吗？少爷疯了吧？什么钦差呀？还敢冒充钦差？给我上！好大胆！尔等竟敢围杀钦差，不怕抄家灭族吗？去绳索来，用战马把房子给我拆了，格杀勿论！有啊，没护住！你这无知对证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本钦差劝你赶紧去找你们校尉将军，否则你必有抄家灭族的大祸！住手！将军，本将军听闻有贼人在此作乱，可曾拿下？贼人凶狠，现已被末将围于屋内，正要拆房捉拿。废物！几个贼人而已，这么多人拿不下？且慢，来者可是柳振武？正是本将军。贼人，出来受死！呸！柳振武，你个老匹夫，你敢谋害钦差，你不怕抄家灭族吗？屋内的人，报上名来，本将军倒要看看是谁敢冒充钦差。柳振武，你要问本钦差姓名，现在就告诉你，本钦差江远奉旨前来回南关，负责巡查边关。江远，
没听过？难道是皇上派来的太监？你说你是钦差，有何证明啊？本钦差自然能证明，圣旨就在东门客栈，你可派人去取来，一看便知，我乃圣上亲封的裴荣副尉，从九品的官也是官，皇上亲封的含金量不一样，就拿这破布扯大旗了。裴荣副尉，官不大，但若是真钦差，围攻此罪我担不起。要不将错就错，杀了灭口，推给北突人。刘振武，我劝你别动歪心思。我一入城便放了飞鸽传书，一往回南关，一往延安城，你自己考虑妥当。本公子不但是钦差，我爹是当朝尚书左仆射梁国公。啊，江守业，那个抄了梨园城满门的狠人。还真是圣旨，真是钦差啊！末将柳振武拜见钦差大人。哼，正七品又怎样？还不得给我这个从九品的跪下？末将不知是钦差大人降临，才生出此等误会，还望钦差大人恕罪。柳振武，你已知本公子为钦差，为何还不让兵丁收了兵刃？收起刀兵，我惊了钦差大人，还请钦差大人出来一见。柳振武，你可知罪？末将知罪，不该冲撞钦差大人。这可不是误会，公然围杀钦差，这是误会吗？柳振武，你御驾不严，纵容兵卒当街强抢我妹妹，欲行不轨，到底有几个脑袋？啥？抢了钦差的妹妹？那岂不是梁国公江守业的女儿？这回事儿是真大了。柳振武，你真是好胆，竟纵容光天化日强抢良家女子，可见你在这张仪县是何等的无法无天。末将手下兵丁绝不可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此事恐有误会，待末将查明，定给钦差大人一个交代，绝不能认。抢谁不好，抢江守业的女儿，这是嫌命长吗？人证皆在，你说有误会就有误会，还敢抵赖？那边还有2个参与此事的兵丁，你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还有活口，不能让他们开口。钦差大人，末将手下兵士无意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将军，饶命啊！都是令国长。钦差大人，这2个有眼无珠的兵丁理当诛杀。至于是否强抢梁国公府千金一事，末将必定会彻查清楚。我操，真狠啊！人都被他杀了，死无对证，再逼下去，搞不好这个货真要杀我这个假钦差。罢了，既然作恶的兵卒都已伏法，柳将军又不知情，此事就此结果。多谢大人谅解，请大人移步军营，末将设宴赔罪。无需如此，本钦差只是路过，就不去军营了。那末将先护送大人回客栈，再在酒楼摆酒席，为大人压惊。这少女虽美，但身上穿的是婢女服饰，头上戴的也是木簪子，这分明就是个侍女，哪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？柳大人，你为何如此看着我妹妹？狗屁的妹妹，这是拿个侍女出来讹我呀！果然这些钦差没一个好东西。末将见过江小姐。将军不必多礼。少爷，小姐受了惊吓，需要赶紧回客栈休息才是。回客栈，护送钦差大人回客栈。护送钦差大人。出来混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都是小茹不好，差点害了公子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事又不怪你，错的是这世道。奴婢以后再不去逛街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去让掌柜的给我准备热水，我要洗个澡。从黑风山的山贼到吃人的流民，再到今天，若不是有梨园城在，我早就死了几百回了。光有脑子没有肌肉，在这边关之地又能走多远？也许真要跟道爷学学武艺了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是指哪方面？
钦差。没事，只要我们到了回南关，柳振武就算知道我是假的，他又能怎样？你呀，小人难防，你懂不懂？柳振武这人最是记仇，往后你得小心了。怕他做什么？道爷，你原先还让我去结交他，现在倒好，结下怨了。嘿，既然已然结怨，倒不如再占些便宜。你又想如何？道爷，这张仪县盛产铁矿，你说柳成武在这有没有自己的铁匠铺？你想敲诈他的铁匠铺？我有一法，可锻造出比现在锋利10倍的神兵。切，又吹牛皮！你讹他宜章县的铁匠铺没用，人在这里，铺子在回南关才好控制。道爷的意思是，回南关也有铁匠铺吗？除了官营的，私营的也不少。柳振武难道没把业务拓展到近在咫尺的回南关？江大人，末将敬您一杯，今日让大人受惊了。柳将军客气了。末将已经查明，那几个冲撞了大小姐的混账是刚征来的新兵，末将已将他们的脑袋挂城头示众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柳将军治家严明，怎么会发生此等事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多谢大人宽宏大量。虽然是新兵犯事，人也伏法了，按理说我不该再计较。不过，哼，果然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江大人不妨明说。柳将军，我父亲对我妹妹极为疼爱，你手下做出这等事来，着实让我为难啊。罢了，此事我便不向家父提及了。多谢江大人。不过，你丫的，哪儿来这么多不过？末将管教不严，让大小姐受惊，愿出2200两白银作为补偿。倒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江大人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哼，我听说柳将军在回南关有几家铁匠铺，2000两白银，外加一个回南关的铁匠铺，美滋滋啊！他娘的，这哪里是钦差，这就是个强盗畜生啊！众爱卿，你们对这水月集水器有何看法？陛下，臣已令人按图纸造出数台，均可自动从低处集水。既然可用，便令其他州县能用此神物之地皆用。陛下，神器虽好，但多数州县已江河干涸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还恳请陛下再多拨2款赈灾。准了，着户部经办。合着叫我户部倒霉，张口闭口就是要钱要粮，当我是神仙呐！陛下，北突使者以抵燕都，他们有何要求？北突使者提出，我大州需每岁向北突供岁布20万匹，岁银10万两。陛下，万不可应允，这欺我大州太甚！来人，去将那北突使者全都斩了！陛下不可，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啊！江守业，北突人都骑到我们头上了，杀他几个使者有何不可？你骨头软，陛下的骨头可不软，我大州将士的骨头可不软。陛下，如今关中大旱，当以救灾为重，我大州自不可能答应北突人的要求，不妨拖上一拖，待灾情过后再做打算。就且先不战吧。陛下不可，此时忍让未必能换来北突人的止步。镇国公并非是要低头，先与北突人虚与委蛇，贸然开战有害无益。陛下可再往回南关增兵1万，墨风关增兵5000，以防不测。就按2位爱卿的意见办。兴州府尹张显礼上奏，为你子江源请功，拜请可知啊。臣略有耳闻，犬子顽劣一时兴起之作，奇技淫巧罢了。这水月集水器可活百姓无数，这也算小成就。全凭圣上英明，犬子才能改过自新。有过就罚，有功便赏。对了，江源为何年满18还未成婚呢？
犬子眼光高，未有看上之女子。上官爱卿，朕听闻上官元直也待字闺中，可真？不如朕给江远与上官元直赐婚，两位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万万不可，犬子尚且年幼，不及。陛下万万不可，犬女尚年幼，不及。上官元直今年也20了，这也年幼。陛下，老臣犬女谁都嫁得，唯独不嫁江远。谁稀罕？老夫也不愿与你做亲家。罢了罢了，此事在议吧。退朝。哼。好一座雄关！道爷，这城头插的是将旗，为何不是帅旗？上官崇之为边关守将，又不是出征的大元帅，怎会挂帅旗？只有大帅亲临城头督战，帅旗才会出现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得学的还多着呢。哇！道爷，这是边关？我还以为边关是那种风一吹漫天黄沙，路过一条狗都要被盘查一番的地方呢。你这胸无点墨的纨绔，哪儿知这其中道理？入了这关，便算是真正到了大周富庶之地。只是如今回南关直面北突，繁荣景象早比不得先前了。他又想起丢城的事了。庞四，先去找家客栈安顿好道爷和小茹，我得立刻去将军府报道。要是先歇着再报道，怕是脑袋要被上官崇之挂在旗杆上吹风了。门口插旗杆，怎么跟庙似的？来者何人？将军府重地，闲人止步。请报与上官将军，末将江远前来上官将军麾下报道。将军要务在身，不方便接见，还请公子回返。请兄弟通报上官将军，国乃圣上赐封的裴荣副尉江远。江远是吧？将军让你进去，随我来。尼玛，这肌肉男要放在蓝星，不知道得迷倒多少女孩，长得比我还帅。你就是江远，听说你在延安很狂啊？靠，不就是麻烦了你妹子吗？至于吗？上官云初那老东西告状告得真快啊！末将江远奉圣上旨意到回南关，听命于上官将军麾下，今日前来报道。你既为武将，为何不着甲胄便来见本将军？是轻视本将军吗？末将不敢，只是我看你敢！来人，江远军容不整，拖下去打30军棍，再到堂前听令。啥？这就打军棍？这孙子也是公报私仇啊！且慢，将军，末将出京前，圣上并未赐末将甲胄，何类甲胄？倒是镇国公上官老将军赐我一刀。圣上未赐你甲胄，你就不会想办法？以你江远的本事，弄套甲胄很难。将军，我大周律规定，私藏甲胄者，视同谋反。你是想让江远谋反，还是将军家有很多甲胄？早知如此，末将便要求上官老将军送我一副了。你要打老子军棍，老子就说你唆使我造反，看你怎么接。老子就想打你，你又如何？老子没犯军规王法，你凭什么打老子？就凭你是大将军，我爹还是宰相呢。别拿你爹来吓我，在这儿不管用。行，今日且先放过你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我等着。不着甲胄之罪，念你初犯，姑且饶过；若有再犯，军棍50。谢将军不罚之恩。圣上让你在我帐下听令，负责回南关治巡一职，按例可领兵马100人，但边关将士各有职责，只能给你5人。多少？连你算在内，一共5人。我操，一个活长还能带10个兵，我就带4个。怎么有意见？末将不敢。这治巡一职，负责巡防街市，缉贼捉盗，维护城内秩序，你可明白？末将明白。你给老子等着，整老子，老子迟早还回来。我尼玛，上官崇之，算你狠！见过将军。不许客气，我叫江远，今日刚来上任，小弟我初来乍到，不妨做东，找间角落喝几杯如何？各位大哥，是关内缺粮？江将军有所不知，关中大旱，上官大将军怕粮草不济，令全军将士每日口粮减半。能喝碗稀的就
不错了，这还是上官大将军据理力争来的。这回南关不是上官崇之一人做主吗？江将军有所不知，这回南关除了上官大将军，还有一个燕人监军。燕人监军，太监。这监军王立王大人对咱们将士苛刻的极，对那北突人像亲爹一样。昨日他还往北突人军中送过去几车瓜果蔬菜。这他娘的是里通外国，上官大将军能忍他？嘿，听说朝廷里的主和派奸臣蛊惑皇上，不得触怒北突人。监军是皇上派来的，上官大将军也无可奈何。主和派奸臣，那不就是我爹吗？慎言。将军，您初来乍到就离营不归，不妥被人抓了把柄就麻烦了。多谢大哥们提醒，这顿酒没白请，不然被上官崇之那孙子抓住，又得挨军棍。我就住这儿。上官崇之，我问候你家祖宗！将军，您得罪上官大将军了。何止得罪这么简单，不提也罢。将军不妨先住几晚，过几日在城中租一间房子住着便是。还可以在这找外地住？自然，守将不当指使，都住兵营外的。还可以这样操作？明天就让胖四去找房子。租个屁！老子有钱直接买。这回南关的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复杂。一个叫王立的太监，居然堂而皇之的给北突人送物资，这不就是里通敌国吗？他爹是主和派，但绝不是卖国贼啊！上官崇之为何能容忍王立？居然没把他的脑袋当场砍下来当球体。当然，上官崇之也不是啥好玩意儿。哎呀，吵死了！将军，巨将鼓响了，上官大将军要点猛了，您赶紧去。他点他的毛，我睡我的觉。将军啊，三通巨将鼓响过后，不到者轻则大军棍，战士必被斩首。斩首？将军，穿戴好甲胄。靠，可不能因为睡懒觉被砍了。第二通了。这就是那个太监王立吧？江远江副尉，多角落里还被点名了。末将在。你为何甲胄不整，又无悬挂兵刃在身？末将昨日才入军中，第一次着甲，有些不熟练，还望大将军恕罪。念你出来，此次作罢，在下此定罚不饶。诺。王公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大将军安排的挺好，大家无甚补充的。既是如此，众位将军都各司其职，自行散了吧。江远留下。和你们！不知大将军有何吩咐？我听说昨晚你骂我祖宗了。没有，末将怎敢？哼，最好没有。别把你在燕安城的做派带到我军中来，否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末将不敢。今日你且带着你的兵卒巡视城内，熟悉环境。我提醒你一下，有些人最好离得远些，免得招灾。江公子，你是？咱家王立见过江公子，咱家早年在宫中就听说过江公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一表人才，颇有江国公的风采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黄公公过奖，不知公公找我何事？江公子如今到这边关为国效力，咱家自当要和江公子亲近亲近。咱家生平最佩服的就是江国公，如今江公子又来此，咱家自当与江公子相互守望。好说好说，自当互相守望。哎，江公子别看这边关苦寒，凭公子的才华，在此间也大有可为。王公公说的大有可为，是指哪方面？江公子心中想的是哪方面？报国有可为，或者争来泼天财富也可为。还有这种好事？若有发财的机会，王公公定要带上我。既然公子有兴趣，不妨约个时间详谈。改天咱家请公子饮酒。黄公公慢走！呸！狗屁的相互守望，这是想把我爹拉下水啊！我爹是主和，但不卖国。这厮太监，怕是活不长。奇怪，上官崇之居然还提醒我，他不是想收拾我吗？这又是何意？虽然是广袤壮丽，但也略显沧桑。
将军，您如今所见的草地，在战事未起之前，商旅往来如织。如今北突人10万精兵就在50里外扎营，方圆10里不见人烟了。都是这该死的北突人！四位老哥，你们年事已高，为何不卸甲归田？我等心中不甘呐。将军有所不知，我们原本都在五围山下过着平静日子，可北突人杀来，鸡犬不留，我等的全家老小全被杀光了。家早就没了，如今还活着，就只有一个念头：报仇雪恨。难呐！朝廷一位死守，恐怕我们守到老死也报不了仇。回南关外风似刀，草原万里卷狂涛。10里荒烟无人影，唯见弓扎连弓刀。兵临城下霜雪傲，白发老将战甲劳。回首半生征战处，残阳如血映征袍。将军不可！四位大哥，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，你们的仇也必定能报。百战黄沙穿金甲，不破北突终不还。好霸气的诗！百战黄沙穿金甲，不破北突终不还。好，好！在下江南余杭苏逸臣，见过将军。刚才听得将军吟的诗句霸气无比，心潮澎湃，特来见礼。靠，装逼装大了，居然被人听见了！哪里，有感而发，见笑了。将军为武将，又有如此文采，实乃在下生平仅见，还未请教将军高姓大名。江远。江远，兴许是重名了。眼前之人身披重甲，气宇轩昂，怎会是燕安城那个纨绔头子？将军，刚才那首诗写老兵守边关的悲壮，实乃动人心弦。若能传去燕安和江南，必能激起我大周文人的热血。不知诗名可否告知？就叫边关荣魂吧。好，那将军后面吟的2句可否补全？如此霸气之诗，当让天下人知我大周儿郎誓破北突之决心。此诗名为《从军行》，北海长云，暗雪山，孤城遥望回南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北突终不还。好诗，绝世好诗！将军真乃大才，在下佩服。虽然诗才平平，但我大周二郎誓要破那北突之心却是真。将军之志可撼天地，今日结识将军，又得此诗，这回南关之行不虚也。公子，您这一去就是1天1夜没音信，奴婢好担心。傻丫头，我只是去军营住了1晚，又不是出关打仗。奴婢本想去军营找公子的，但道爷不让。我刚去军营，这2天必须住军营，白天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胖四和道爷呢？在隔壁房间喝酒呢。我在军营受罪，他俩倒是快活。小茹，先帮我把这件甲胄脱了，累死我了。公子穿着甲胄真好看，威风凛凛的。威风个屁啊！30斤重，能把人累死。去把胖四和道爷喊过来。胖四，你去城里转转，买座好点的宅子。你少爷我在兵营里住着受罪。少爷，您受苦了呀！我的少爷哟！别装了，赶紧去买宅子。好嘞。小子，这才住1个晚上就受不了了。我有不吃苦的条件，非要硬吃吗？道爷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认识一个叫王丽的太监吗？王丽，听说过，没见过。此人是大内太监总管刘于明的心腹。刘于明是谁？就是这个狗东西，当年延误了老子的粮草，害我大军兵败五围山，又进献谗言，害我满门。原来倒也是被此人所害。那王丽想拉我下水？这王丽定然与北突人有勾连，绝不止送瓜果那么简单。他暗示我，这边关可得破天富贵，难道他想开关卖国？开关的可能性不大，回南关城门必是上官崇之的亲信把守，你暂且留意，小心防范。只能这样了。道爷，您不是要传我刀法吗？啥时候传？你小子不是打死不习武吗？开窍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当了武官，不会点武艺，万一哪天上官崇之公报私仇，让我出关打仗，我岂不是上阵送人头？
你总算开了灵智了，想学我自然教你。不过你得先打一把好使的马刀，我那刀法适合马上冲杀。我不是在柳振武那边讹了一个铁匠铺吗？我有一法，可造神兵利器。等我有时间啊，我去打一把你从未见过的好刀。切，就你又吹牛皮！大将军，大将军枪法愈加精进，末将不敌。你的刀法也精进不少，你在张仪县查得怎样？回禀大将军，那柳振武除了每日去兵营转转，晚间喝花酒，倒没见什么异常。王丽也未曾和他直接接触过。冶铁作坊油水丰厚，柳振武却不管，你觉得可能吗？给我派人暗中盯住柳振武，王丽这边反而要盯得松懈，不要惊动他。遵命，大将军。末将还查到一事。说。末将在张仪县得知，江远在刘振武手上讹了一间在回南关的铁匠铺。怎么回事？他倒胆子不小，敢假扮钦差。末将只是觉得此事因柳振武御下不严而起，江远此举颇有血性。少轩，你不了解那江远，他家有几口人，我清楚得很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末将不明。你不需明白，但这事儿你不要四处宣扬。如今江远在我手下听令，他在张仪县假冒钦差，关我回南关何事？大将军不是还骂江远混蛋吗？怎么要帮他这样？我自有考量，你记住了，只要这江远违反军纪，你给我狠狠地打他军棍；如若严重违反，斩。诺。他狗屁的妹妹，老子还不清楚他家情况。不过。这小子能拼死救人，倒还有点血性罢了。大局为重，只要他不犯原则性错误，就留着他。至于他那所谓的妹妹，真是无耻之徒。说到妹妹，软指再有10数日便要到了，真是头疼。不知他是如何说服父亲，让他送兵来回南关的。以后这就是我们在回南关的家了。少爷，这宅子哪里比得上咱家的国公府？哎，委屈您了。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就不错了。碰死你他喵的，扫地轻点！嘿的，胖四，你居然敢躲！少爷，我可没躲，我只是走得快了点儿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真是没用，踹人不着还扯着蛋，下盘不稳。你要学武，需从下盘练起。道爷，你的意思是杀马步？有没有速成的？不能，没有。学武哪有速成的，都是下苦功练出来的。道爷，你就没有什么内功互传，说我打通任督二脉的绝世武学？胡说八道！还没开始学就想些乱七八糟的。从今晚开始，你从扎马步开始，每晚2个时辰。好吧。公子，您画的这刀与平常见到的不一样呢。这叫横刀，不同于大周军中所用的刀，它更利于劈砍和刺杀，适合在战马上冲杀。奴婢不懂呢，只要是公子说好，那就是真的好。石丫头，最近学字学得如何了？奴婢已经会写百余字了呢。小茹真聪明。奴婢能遇上公子，是奴婢这辈子最大的福分。公子对奴婢又有救命大恩，奴婢无以为报，只怕与公子生死相随。傻丫头，别说这样的话。公子对小茹好，就将小茹识字，只有公子把小茹当人。别哭了，都过去了。咱们现在有家，有道爷，有胖四，都是一家人。小茹终于有家了。都哭成小花猫了，乖，去把道爷叫来。这就是你想锻造的刀？道爷有何高见？没有任何高见，等你锻造出来了再来评判。光看图纸倒像那么回事儿。道爷，你是不是很多时候都瞧不上我？切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有时候？不是一直都瞧不上吗？柳振武那孙子不会骗我吧？我勒个去！眼前这铁匠铺，妥妥的丽晶大酒店的即视感。铁匠叫七哥，七哥铁匠铺。柳振武，你个王八蛋，给我玩文字游戏啊！东家，小的自幼学打铁，已有30余年了。招牌上写的是张记，为何不是柳记？是他们
硬抢的，本来就是张继。别瞎说，公子，别听小孩子胡说。看来柳振武还敢强抢店铺的勾当。店内生意如何？最近不太好。最近半个月都没生意了，饭都吃不上了。东家自从柳大人成了东家，能接些军营的活，但从半月前铺子就再没接到活了。管事的说来了新东家，不归他们管了。柳振武这孙子釜底抽薪啊！你们的工钱往常是多少？小的每月200文，徒儿大牛每月100文。这柳八匹，这点钱竟能活命啊！这样，我每月给你们2人每人半贯钱。谢谢东家，谢谢东家。小茹，给7个师傅师徒先预支1个月的工钱。以后有活就接，没活也不打紧。工钱我每月会让人送来。目前打铁的事情放一放，帮我干点别的。小的只会打铁呀。也和打铁有关，你师徒2人先去帮我寻些石孽和恶石来。石孽和恶石，东家要这个为何？你暂且无需知道，只管寻来就是。找到石孽后，将石孽捣碎，或者粘土做成干锅，就照着图上的样子做。另外，再买些好的生铁、木炭，此事不可张扬，图纸更不可给外人看见。是。找齐物件之后，可去城中军营找我。东家，您在军中任职？对。要炼出好钢，高炉和焦炭是最好的，可惜现在条件不允许，只能用土法子了。用石木做干锅，木炭做燃料，石灰石去杂质，也能炼出好钢。喂，你不是说要造神兵吗？怎么安排完事儿就走了，连铁都没敲一下？道爷，打造神兵利器没那么简单，大周那些铸剑名师啊，弄个10年都未必能铸出一把宝刃。10年？那你那铁匠铺有个鸟用？我又不是大师，何须10年？2年？2、3天而已。如果东西齐备，1天就行。小茹，去那边肉铺买根猪大肠，让你家公子吹着玩儿。傻丫头，他不信就算了。走，本公子带你去逛街。不理这老东西。孽徒，你骂谁老东西？谁接话就是谁喽。公子，小茹是侍女，不能穿这种的。再说咱们的银钱要省着点花。傻丫头，买几件衣服算什么乱花？你看道爷每天买酒喝，伸手要钱，跟我欠他似的。道爷是公子的师傅吗？你还是我妹子呢。大军进城，闲杂人等速毙。大军哪儿来的？哇，好帅啊！没公子好看。他喵的，晦气！哇，是个女将哎，长得真好看。有啥好看的？母老虎罢了。前身在延安城被他揍，被发配到这儿也跟他脱不了干系，这厌恶感真是刻进骨子里了。这家伙比划的是什么意思？看他那张欠揍的脸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话。本大小姐来了，江远，你给我等着颤抖吧。今年大旱，红帝这时候开战，除非他脑子进水了，我猜上官崇之今天肯定要敲局降鼓。见过大将军。诸位无需多礼，今日召各位前来，是为传达圣上旨意。今年大旱，北突人又有异动，圣上令我等严加防范，不可懈怠。众将听令，各自整肃军备，保障粮草，懈怠者斩。末将遵命。从即日起，不允许任何物件出关，落于北突人之手，违者按通敌处置。大将军，此举怕是不妥。咱家奉旨监军，出宫前刘总管也交代过，对北突人要哄着，莫要惹恼了他们。公公，圣上的旨意是防范，可没说要哄着。大将军，咱家每月给北突人送些米粮果蔬，为的就是安抚他们。如今灾荒，自家将士都吃不饱，哪有东西送他们？大将军，这是怪咱家了。万一惹恼了北突人攻城，这责任大将军怕是担当不起啊！不劳公公费心，今日之后，谁再敢往关外送东西，休怪本将军下手太狠。既如此，咱家就不多言了。
大将军，末将已将1万将士安排妥当，末将愿在大将军麾下听令。上官将军既已完成任务，等。开完会了。江源，你可知这是何等重要的军事会议？你竟敢在此酣睡！大将军，你听我狡辩，听我解释啊！好，本将军就听你解释，解释不来，斩！哼，将军何须与这无视军纪之徒多言？推出去斩了就是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兄妹俩就这么想弄死我？大将军，末将这几日巡防劳累过度，染了风寒，身体实在乏得厉害。这么说，是本将军给你分派的差事太重，你睡着了，还有我的责任是吧？末将不敢，大将军爱兵如此，怎会有责任？末将就算病得起不来床，爬也要爬着完成巡防职责。江源，你编什么瞎话？我昨日进城时还看见你带着侍女逛街，今天就染上风寒了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昨天去找大夫看病不行啊？要不你现在过来给我把个脉？大将军，江源莫无军纪，当斩！好，你说你染了风寒，本将军就让人给你治治，让你发发汗。不妙，这孙子不敢真斩我，但他军棍是没跑了。就让上官软指将军与你切磋一下武艺，发发汗，风寒自然就好了。我切磋你妹啊！这是找借口让你妹报仇呢。哼，那本将就与江将军切磋一番。不切磋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你臭婆娘，你又打我眼睛！哼，你还是那般没用。服不服？我服，我服你妹！可恶，又是这招！打架就打架，怎么还上嘴了呢？江源，你无耻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公报私仇，让你打我，有种再来！我杀了你！大哥，你让开！今日我定要杀了这无耻之徒！我怎么无耻了？兵不厌诈，战场上别说撒泥巴，吐口水淹死敌人都是合理的。报！大将军，城南外60里处，方家庄200余口被屠。大将军，伤口呈弧形，切口光滑，是北突人的弯刀。搜，看有无活口，分兵2000，沿痕迹追查，若追上，尽歼之。诺。大哥，北突人怎么会出现在关内？应该是从阴公岭偷运而来，防不胜防。那地方山高林密，地形复杂，总有小股人马能钻进来。大将军，在庄子东头的地窖里发现10几个活着的妇孺。别怕，我们是边关守军。江源，可有其他发现？哼，他一个草包，有什么发现？你撇嘴什么意思？我说你是草包，有错吗？想起姓周那个19父亲的小军儿，如果任由北突人肆虐，还会有多少个小军儿？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。末将或许有些主意，可防范那些偷运而来的小股北突人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就你，哼，胸无点墨的草包也敢说有主意？我这个草包自然有草包主意，不知道你这个不是草包的，能不能想出个主意来？还是连个草包主意都拿不出来？哼，我暂时没主意，但我不像某些人，明明没主意，却偏要故弄玄虚。哼，那只能说明你连草包都不如。我有主意，为何要说与你听？我的主意自然是要说与大将军听。你不过是送兵来的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那咱们就打个赌。我不赌。你不赌不行。连我的主意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赌，这可怪不得我了。好，你要赌那就赌。你若输了，就让我捅你3枪。大将军，刚才是我故弄玄虚了，我没啥主意。既然没主意，就滚去收敛尸体。不行，你没主意就是输了，先让我扎3枪。哥，你为何护着他？你还是赌吧，反正都是个死。我他妈非要弄死我不可是吧？那便赌，你若输了，我也不拿枪来扎你，你给我做3个月侍女就行。无耻，不可能！你都想要我的命，我都不怕。你若不敢赌，就算了。好，本小姐就与你赌了，到时候定将你扎成马蜂窝。哼，你就等着当侍女吧。完了，这赌约成了。
阮芷绝不能给这小子当侍女，但我又确实希望他能拿出个好办法来。好了，江远，说你的主意，若是良策，本将军便听；若是胡言，你就等着被扎吧。眼下这惨状，两心难安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这个办法必须说。将军，这些小股北突人不过100余起，来去如风，全凭我军防守不是办法。他们人少，既是优点，也是弱点。何解？咱们就让他们陷入百姓全民开战的汪洋大海之中。百姓全民开战的汪洋大海？对，我们可以发动所有村庄的百姓，不论老幼妇孺，人人参与。哼，还以为是什么良策，让老人妇孺上阵杀敌，还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吗？芷儿说的不错，百姓手无寸铁，如何杀敌？刚才我观这地窖泥土皆是黄土，这种土质适合挖地道。地道？正是，让各村各户挖掘地道，北突人一来，村民便可堵入地道。地道内要设置机关陷阱，插上削尖的竹木，还要设有瞭望孔和刺杀孔。北突人敢追进来，就用长矛捅死他们。相邻的村子，地道可以挖通相连，方便转移和杀敌。村里的孩童负责放哨，一见敌人就示警，所有人都参与进来，我就不信这100人的小队能活着离开。那如果北突人不进地道怎么办？不进地道也无妨，村民把粮食藏好，人躲起来，他们抢不到东西，自然会去下一个村子，下一个村子也躲进地道，他们能怎么办？况且咱们还有5000兵卒在巡歌，他们不敢久留。听起来倒是可行。这眼神，不好的预感。办法是你想出来的，那这地道就由你指挥挖掘。我靠，大哥，你抓壮丁是这么抓的吗？大将军，这么大一片区域，末将一个人搞不完啊！先让你在一个村搞试点，本将军会派人跟你学，如果有效，再推广到其他村。啊，只是搞试点，那还好。传令，回营！你带200士卒，就在这城外栗树坪村开挖地道，限期10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哼，希望你能成功，否则我手中长枪定在你身上，扎出几个血洞来。你就等着给我当3个月侍女吧，我家正好缺个刷马桶的。哼，等你赢了再说。如果你输了，本小姐把你塞马桶里。好了，江远，你明日即可去办。江公子，咱家有礼了。这张死人脸配上笑容，跟僵尸似的，真瘆人。原来是王公公，您这突然出现，可吓我一跳啊！咱家是特地来寻江公子的，烦请借一步说话。哦，公公寻我何事？今早在帐中，公子也听到了，那上官重之是要独断专权呐。公公搞错了吧？我一个小小的从9品副尉，你们神仙打架，与我何干啊？哎，此言差矣，这与公子品级无关，与梁国公有关。这伤我爹了，这阉人想干嘛？梁国公立主于北突议和，乃是国之良臣。如今上官重之一意孤行，破坏主和大计。我爹主和，这帮阉人就以为我们是软骨头，强行拉了我。家父确实不主张动刀兵，对，所以咱家才给北突人送些物资，稳住他们。还是江公子明白咱家的苦心。不知公公找我到底何事，不妨明说。这上官重之仗着将在外，横行霸道，咱家要上报陛下和刘总管，还请公子也知会梁国公一声，好让国公知晓有人在背后破坏大计。搞黑状还想拉上我爹当枪使？王公公，这种事对我没什么好处，我没必要干。公子，稍晚咱家派人给府上送点铜臭之物如何？哟，送钱？一个边关监军能有多少钱？哼，不知这铜锈之物重约几何？公子以为1万两白银可否？好大的手笔！区区监军，张口就是1万两。他到底跟北突人做了什么买卖？上一县有铁矿，难道是走私铁矿？咱家可再加5000两。成交。先稳住这货，15000两，你敢给我就敢要。那就有劳公子了。将军，军营外有个叫张七哥的铁匠来找您。小的见过东家。张师傅，东西都弄好了？东家叫我张老七就行，东西都已备好。好，这就去铁匠铺。哎，大哥，那不是江远吗？他拉着个老头干嘛？是不是又在欺压良善？我过去看看。
东家按您的图纸做了5口干锅，干得不错。哎，将军，这黑锅是做什么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去，把门关了。大白天关门，肯定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上官将军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这就来给我当侍女了？江远，你是不是又在欺压百姓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又想到我眼睛，老李，把这娘们给我插出去！将军，上官将军有话好说呀。东家，这位女将军有话好说。她是你的东家？正是。你莫名其妙闯进我的铺子，到底要干嘛？我搞错了不行吗？既然搞错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谁给你道歉了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偏要看看这混蛋在干嘛。大牛，去弄一桶上好的豆油来。快去，回来了。将军，您这是要炼钢？切，就你把生铁炼成钢？我又没要你信。对了，或者独门秘法，你赶紧走，免得偷血。哼，本小姐偏不走，你待如何？这一锅钢水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已经是价值连城。都别站着了，一起吃。喂，你要不要吃饭啊？本小姐不饿。哦，不饿，那你回去吧。本小姐非要看看你要搞什么名堂。上官将军，一起吃个饭也没啥。想当年，我与大将军都曾同桌饮酒。这家伙专注起来的样子，和那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完全是两个人。谁能相信宰相的儿子会在这里干苦力？东家，淬火为何要用油和盐？油盐混合淬火比用水更好，能让刀更有韧性，强度更高。你学会了这手，想不发财都难。好刀，本公子成了。他只用了1天就把生铁炼成了一把宝刀。如果大周将士都用上这种刀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好刀，重量适中，长而窄，可劈可刺，配上战马，威力更大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谁弄的。你所用之法，可否交与我大哥？我为何要交给你大哥啊？搞清楚，我们两家可是对头。这是私人恩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将士们用上这种刀，可以少流多少血？将军，此法能让兄弟们在沙场上多几分活命的机会呀！皇帝那笔钱还没到手，我得拿着锻造之法跟上官重之做笔交易，让他别来搞我，我才能安心吞下那笔钱。至于王力，爱死不死。这种新的锻造之法，我自有主张。江远，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如果仅是因为你被发配回南关一事有怨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难得啊，上官大小姐居然也会道歉。不过我说了，此事我自有主张，你无需多言。江远，闭嘴！本公子做事何须你来教？上官将军息怒，江将军心里也装着将士们的安危，他自有考虑。你二人要严守此事，不得将秘法私自外传。若是泄露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小的绝不对外泄露半个字。不过你们可以用此法为别人打造兵器，挣些钱财倒是可以的。多谢东家。喂，吃了早饭再走啊！有空过来玩啊！江远，你小肚鸡肠，不顾大局，算不得男人。哎呀，挖这鬼东西有啥用啊？还要我们去对抗北突人？那要当兵的干嘛？你们不听本将军的宣传，那本将军就让你们尝尝拳脚。将军，这般强迫村民传到大将军那儿，怕是有麻烦啊。通知弟兄们，收工回营。将军，这地道还差1、2天就挖完了，此时回营岂不是前功尽弃？讲道理教不会他们，那就让事实来教。人呐，都是这个尿性。按令行事即可。不好了，有马匪！大
他们找俺们尊来了！快跑啊！马匪来了！快进地道！这帮贱种都躲起来了，给老子搜！男的砍了，女的抢走。藏身、杀敌、逃脱、储粮、取水，通风排泄无一不备，设计之巧妙，匪夷所思。还行，干得不错。谢大将军夸奖。末将以为此法可向所有村落推广。少轩，将这批兵卒打散，每村分去2人，带领村民开挖地道。诺。嘿嘿，上官云止，你这是要赖账吗？江远，你少得意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输了就得当我3个月侍女，不会忘了吧？本小姐没忘，没忘就好。本小姐愿赌服输，不过你得把断钢的新方法交出来。你在想屁吃啊？你混蛋！我原本就是混蛋嘛。那既然你输了，最晚明天到我家报道。江远，你挖地道有功，本将军自有奖赏，不要为难软指，那不过是戏言。大将军，您这就偏心了。军中无戏言，岂能作废？若都如此，以后谁还敢领军令状？大将军以为然否？江远，最好别再提这事儿。大将军，若军中可以随意妄言，与军纪何在？传出去，定损大将军英名，何以服众？好，是女就是女，本小姐从不赖账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，记得最迟明晚到我家报道。侄儿，你为何要答应他？大哥，也许是我们以前错看他了。难道？大哥，你想什么呢？如此看来，这江远倒真有些本事。哎呀，只是这个混蛋不愿交出断钢法，所以小妹才履行赌约，去他身边看能不能劝动他。他不交出来，我就时时刻刻地磨他，磨死他。公子这么久不曾回家，不知道在军营里过得好不好，真想去军营找您。少爷呀，您快回来吧，这日子快没法过了。公子，少爷，哎呀，少爷呀，您可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少爷呀！道爷以前是大将军，兵法谋略无一不精，教你是看得起你，你不努力学，还有脸哭？少爷，咱俩才是一头的呀！滚过去亲吻。嘿嘿，好嘞。傻丫头，怎么又流泪？道爷也打你手心了？奴婢就是担心公子，公子都瘦了。没事，多吃2天饭就长回来了。公子饿了吧？奴婢这就去做饭。行，那你去做饭。对了，道爷呢？道爷出去打酒了。这顿饭我来做。公子不可，道爷说君子远庖厨，这些都是奴婢的活。你看我哪点像君子了？听话，乖乖坐着，帮我烧烧火就行。是不是小茹哪儿没做好，惹公子生气了？小茹做得很好，我怎么会生气？听话，这顿饭就让我来做。这暗红色的光泽，这诱人的香气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我家公子不会的吗？道爷，你饿死鬼投胎啊！美味呀！道爷，我出去10来天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声，就记着吃。问个甚呐！你又没缺胳膊断腿的，赶紧的吃饭，道爷我饿了。
公子做的饭菜，你们不许抢，都是我和公子的。好家伙，这刀光，这质感，怕是世间罕有啊！此刀锋芒内敛，却难掩其锐气。这打造工艺简直是鬼斧神工，这刃口吹毛断发也不为过。导演，我是要打造出一把神兵，你当初还看不起我？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？小茹，这茶艺谁教你的？是道爷呢。他教你这个做什么？道爷说，女子者当为红袖添香磨墨之伴，亦须善为主人煮茶。老道对小茹说的原话是为夫君煮茶吧，还跟我玩这套，真是老不正经。徒儿，前些日子有人送来了2个大木箱，说是送给你的。道爷应该知道里面是什么了。知道，里面装的是你的小命，到时候你被砍脑袋的时候就晚了。你们2个退下。道爷，不用这么严肃吧？无知小儿，15000两，好大的手笔！你才到回南关多久，什么钱都敢收？道爷息怒，你且听我说。这么说来，这冤人必定与北突人有勾结。如今的北突最缺的就是生铁和盐。以道爷的分析，王丽定然是将张仪县的生铁偷运出关，回南关固若金汤。他们如何将大批生铁运出去？你又如何知道只能从鹰公岭偷运？与北突人勾结的不止王丽，还有其他人。道爷的意思是，上官重之可能有所察觉了。你以为他上官重之是傻子？他下令严禁物资出关，就是要动手的信号了。所以，王丽才会着急上火的找上我。你还不算傻，你收的那2箱银子刚进这个家门，上官重之就知道了。嘿呀，你还有心情笑？到时候给你安个里通敌国的罪名，你爹都保不了你。没那么严重，我自有办法。这事宜早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找上官重之。慢！这事拖了10来天，再不去，等上官重之拿下王丽，我就被动了。芷儿，不可胡闹！我是不可能让你去给江源当侍女的。大哥，我没有胡闹。如果能让他教出新的断钢之法，当几个月的侍女算得了什么？将士们就能在兵器上占了便宜，将来对敌也多些胜算。士卒之永恨，在人而不在器。就算你去了，他若不给，又当如何？成与不成，终究试了才知。唉，你如果真去了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今后如何嫁人？我不嫁人又能怎样？我当侍女怎么了？还不是为了咱们的将士吗？他们也有父母妻儿，如今有办法让他们多些人活着回家，我有错吗？魏兄不是故意凶你。报！大将军，江将军求见。江远，这么晚了，他有何事？江将军说有要事相报。让他进来。末将参见大将军。江远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本将军有何事？末将前来是想与大将军谈个买卖。你要与本将军做买卖？江远，你可知在军营中做买卖是何罪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大将军何须这么大火气？末将有一断钢之法，可快速断出比寻常刀剑锋利10余倍的兵刃，不知大将军可愿买此法？江远，你既有断钢心法，理当献于朝廷。
与本将军做什么买卖？装，接着装，刚才眼睛都亮了。大将军教训的是末将朦胧了，那末将只有等他日回京，亲自献与陛下了。如此，末将告辞。江远，且慢。江远，你既有此法，本将军自当为你请功，却为何要做买卖？要价又当几何？15000两白银。啊，江远，你疯了！你可见将士们每日连饭都吃不饱，你开口就要15000两。莫说本将军没有，即便有，也绝无可能。大将军，这15000两白银，不需要大将军给，自有他人代付。哦，有人代付？谁这么大方？大将军，这15000两白银，监军王公公已经付过了。回南关的风吹草动，定瞒不过大将军之眼。想必王丽送我银两之事，大将军是知道的。这王丽该杀。这江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江远，你身为朝廷武将，却收受王丽的贿赂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大将军此言差矣，他王丽巴结我等，实属正常啊。你父为朝中宰相，你又在边关重地，岂可受阉人贿赂？你可知那阉人与……大将军何必动怒？不就是王丽和柳振武勾结北突人，偷运生铁吗？你竟然知晓此事？江远，你到底站在哪边？若是你也参与其中，休怪本将军的剑不讲情面。我若参与其中，又怎会再次与大将军说这些？那王丽狡诈，若不伪装与其交好，他若找上别人，那才是大周的灾难。休要狡辩！你既知他勾结北突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，却要拿此事与本将军做交易？上报朝廷？大将军莫不是太天真了？王丽找上我，让我给家父写信，参你在回南关独断专权。如果不受他的好处，他手中有银两，宫中又有靠山，大将军可想过后果？那又如何？圣上岂会相信？大将军，梨园城乃前车之鉴，你这是在威胁本将军。我收了王丽的银子，可事儿也没给他办啊！你看，我给你炼钢心法，你也装着不知道我收了王丽的钱，互利互惠，如何？你还知道哪些事？末将猜测，回南关固若金汤，想大量运输生铁至关外，因公领目标太大。而咱们这回南关，你是说他们利用地道？有王丽和内应在，挖条地道进来岂不容易？将生铁伪装成货物运进回南关，再通过地道运出去，反倒不容易暴露。灯下黑，我一直死盯着阴公岭，却忽略了回南关内部。大将军不妨查一查，哪家商行会不定时有大批货物进入回南关？这是断钢心法啊！这生意总算是做成了。大将军，在未能将王丽等人一网打尽之前，这断钢心法万万不能流传出去。如此，末将告退。他就这样交出来了，15000两，与这断钢心法比起来，实不知万分之一。江远此子并非传言中的那般不学无术，怕是以前故意藏拙。看好了，战场上使刀没有太多的花哨，咱们把刀一脉讲究的是大开大合，一刀致命。劈、撩、斩、抹、刺、架，万千变化皆以此为基础。你们先将每个动作要领学会300遍。就这么简单？谁出错了，别怪我手中的金条。道爷，我也会挨打吗？你力气太小，练着玩吧。道爷，我也气力不够。你的眼珠子转得这么快，对为师的教授方法不满吗？导演，我可是一句话也没说。学武要专心，你眼珠子转那么快，分明是对为师有看法。哎呀，导演，你讲不讲理了？顶嘴！导演，你再抽我，老子翻脸了！来，你翻给我看看！你老小子变态啊！有你这么当师傅的吗？我斩死你个变态！我劈死你个老毒妇！
无法无天的江源也有今天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继续啊，别太在意我。上官云芷，你怎么看戏看到我家了？你吼什么啊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是？啊，我叫上官元芷。小姐是公子朋友吧？请喝茶。上官云芷，当侍女就得有当侍女的样子，躺在我的椅子上装什么老大？小茹，拿个扫把给她，让她把院子扫干净。江源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这不是侍女该干的活吗？你找打！我他妈，你敢下黑手？打的就是你！少爷果然是少爷，镇国公的千金都敢收来当侍女。没见过世面，什么时候侍女和家丁也能和主人一张桌子吃饭了？还想挨打是不是？让你来当侍女，你倒搞得像主人似的。按照大师律法，你这样的侍女该天井。切，你先打得过我再说。不服啊？来，比划比划。公子，上官姐姐，快吃饭吧，菜要凉了。哎呀，妹妹，这是你做的菜，太好吃了。上官姐姐过奖了，奴婢跟着公子学的呢。她会做菜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黄四，一会儿把这娘们绑了送我房间，我给她升级成通房丫头。她让你绑我？少爷，我觉得那边凉快，我去那边吃。我这逆徒嘴皮子厉害，功夫一点没有。从明日起，你替贫道监督于他。道长，小女子定不负所望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小江子，你可要好好练刀法哦。我不吃了。小茹妹妹，打地铺干嘛？姐姐和你睡一张床就行。上官姐姐，你和公子有什么误会吗？你别总是凶公子好不好？公子是个好人。好人？他都算好人，那天下的好人都死绝了。真的，公子真的是好人，小茹的命都是公子救的。胖四哥说没有公子，那会儿我就死了。公子说道爷和胖四哥还有我都是他的亲人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所以你喜欢他？喜欢自然是喜欢的，小茹身份低微，不敢有太多奢望，只怕留在公子身边就好。唉，就算我告诉他江源以前的混账事儿，他也不会信了。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吧。小茹妹妹，你去把那混蛋叫起来。公子说太累了，要多睡会儿。狄长老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上官云芷，你属猪啊！大清早把老子的房门都踹烂了，赔钱！无耻下流的登徒子！公子，先穿衣服。我操！上官云芷，你别拿鸡毛当令箭，赶紧滚回军营去！军中可管不了我，我只是来旅行赌月，3个月呢。小江子乖，让姐姐抽几下。在这抽江源，可比回延安绣花有意思多了。徒儿，这盐如此金贵，你竟用上等盐腌咸菜，将士们出征都只能填几个人共用1块的醋布。几个人填1块布，太恶心了。这盐不得不值了。黄四，烧火架锅倒水，把那袋木炭捣碎。这混蛋又在做什么新菜式？公子，您这是要干嘛？闲的呗。回房秀你的花拳，爷们儿做啥其实你能懂的。软趴趴的，连我一个女子都打不过，也敢自称爷们儿？我选择用脑子，谁像有些人胸大无脑。你登徒子，找打！公子，这些虽是下等盐矿渣，但也要钱的。别慌，咱们今日制精盐。吹牛谁不会？如果真用这些盐矿渣制出可食用的盐，那这方法足以解决百姓无盐可食的困境。又是木炭，炼钢用它，制盐还用它，他上辈子是烧炭的。守着吧，我去尿个尿。就这闹着玩嘛。小茹，咱们回房绣花去。不，公子说能制出精盐来，就一定能。有些法门不成功还好，若是成功了，说不定是一场祸事。老道说的没错，盐是暴利，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管他呢，大不了把法子交给皇帝，让他们跟皇帝去搞。咸咸的，没有一丝苦涩。我来。
哦，这就是精研啊！别动，公子，您真的什么都会。小茹就知道，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苏兄，此等盛会，何故长叹？侯兄，你未曾见那边关将士的艰苦，未曾见那流民食人的惨状，你若见了，自当明我之忧苦。苏兄，你我不过沧海一粟，岂能左右天下大事？来，饮酒。兴州才子送人的盛世民安，好事。想过奖。侯兄，小弟不甚疲惫，先回去了。苏兄何不也留下1、2首佳作？这诗会也无甚乐趣，全是溜须拍马之徒，小弟不愿为伍。狂妄！哪来的书生？那不是江南第一才子苏玉晨吗？他竟敢侮辱我等！苏兄所言未免太过激了。你等在此赞这盛世繁华，可曾见那百姓流离之苦？可曾见那边关老兵单臂持矛？这是盛世吗？哪来的盛世？苏兄，你言我等做的是拍马溜须之事，不如做几首佳作，以让我等观摩学习。好，拿纸笔来。边关戍魂，十里荒烟无人影。唯见影帐，连弓刀，兵临城下霜雪傲。白发老兵战甲劳。从军行，北海长云暗雪山。孤城遥望回南关，黄沙百战穿金甲。不破北突终不还。李随风甘拜下风。这2首诗并非在下所作。苏公子，能否告知这2首诗是何人所作？在下游历边关之时，在回南关城头遇上了一位名为江远的年轻将军，此乃他随信所作。江远？哪个江远？不会是那个纨绔吧？苏兄莫不是搞错了？那江远胸无点墨，怎会有如此大才？兴许是重名了。小女子善画人物，苏公子不妨描述一番，我来将他画出。这不就是延安城那个卧虎藏龙江远？老道说再过几天就要在沙盘上考教我了，败了，估计会被吊起来的。将军，是我。我那个何事这么急？将军，大将军命您即刻前往将军府。大将军似乎有些焦急，私自延长假期，要治罪了？不对，治罪该去军营，去将军府干嘛？好，我去牵马。我大哥找你何事？我哪知道？公子，穿上蓑衣啊！上官姐姐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。末将见过大将军。诸位兄弟，你等与我一起出生入死10余年，都是我最信得过的兄弟。如今有奸人与北突人勾结，众位兄弟说该怎么办？杀！好，监军王立与张仪县柳振武勾结北突人贩卖生铁，我已查清，今夜便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说吧，本将答应留你全尸，不连累家小。谢将军。刘璋，你真该死！将军应该将他脑袋挂在城头示众。尔等听令，宋少轩，持我令符，拿下阴公岭守将黄广平及其亲信，就地格杀。诺。唐有方带兵1000，缉拿阉人王立及其党羽，余者皆诛。诺。李长明带3000士卒，拿下西风商号，填死地道。诺。子时动手，万不可走漏风声。江远，大将军，天色不早，没啥事，我回家了。听说你在张仪县假冒钦差，谁说的？这是诬陷！给你3000人马，去张仪县把柳振武击回来，我就当不知道你那破事儿。我当多大点事儿呢？不过，本将军不想见到这个人。这是逼我杀人灭口，彻底把我和上官家绑在一起。柳振武背后有大太监刘于明撑腰，实际杀了，麻烦不小。可若押回京城，那些人定会从中作梗，把他摘出去，反咬大哥一口。大将军，此举不妥。有何不妥？末将并非怕惹麻烦，而是这样做对大家都没好处。哼，你可知柳振武和王立背后的靠山是谁？若将他们押回延安，我等远在边关，到时他2人翻供，岂不更麻烦？大将军的担忧，末将明白。人肯定不能活着押回燕京，但也不能现在就杀。又不能押回去，又不能现在杀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末将有一计可保他2人，绝对无法活着回到延安。什么计策？这小子果真不是善类，以后还是离他远点。怎么这个眼神？难道我的计策不好？大将军，有何不妥？没有不妥，就是有点毒。可
明明是你自己要杀人，我给你想个万全之法，你反倒说我毒。就这么定了，你且下去准备，天黑后出发，务必将柳振武缉拿回来。末将遵旨。芷儿，出来吧，躲在一旁偷听像什么样子？我才没偷听，是你们在议事，我只好在外面等着。在外面玩够了吧？玩够了就回延安去，切莫与某些人走得太近。某些人不就是在说我吗？麻烦你看好你妹，别总赖我家里。江远，你不许走！看见没，你妹多霸道啊！芷儿，别胡闹，江远还有要事要办。大哥，我也是一员女将，为何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，他连我都打不过？凭什么？我也要去。你要去也行，不过此事办完之后，你必须回延安。父亲来信了，命你速回。大哥，我不想回去，多没劲啊！这是父亲的意思，没得商量。你稍后跟江远去张仪县，听从他的号令行事。我不回，凭什么他号令我？他懂领兵打仗吗？关我屁事！你这丫头是该嫁人了，让她出去见见血也好。3000人对500人，出不了危险。今晚这城不知道有多少脑袋要搬家，出发前跟小若和胖子交代了，让他们别出门。老道爷说家中有他，我倒是放心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3000对500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李大哥、王大哥，你们几个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离开我10步范围。将军放心，胆小鬼，随你怎么说。小妙计，现在我是主将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虽然看这家伙不爽，但军纪如山，主将的威严必须维护。喂，该派斥候了。哦，对。哎，来人，传将军令，派出2队斥候，1队火速前往张仪县查探，另1队前出30里策应传讯。诺。这傲娇娘们儿在正事上还挺有章法，倒是对她有点改观了。张仪县城墙不高，但夹在2山之间，易守难攻。我们是来抓人，不是攻城。如果正面强攻，柳振武肯定会从南门跑掉。没错，必须先堵死他的退路。哎，不说这样，我去炸开城门，就说我护送兵员的任务完成了，要回京复命。守城的校尉认得我，带1000人马护送上官大小姐回京，合情合理。你带人进京后，留100人控制北门，然后迅速拿下南门。好，到时你再带2000人杀入，保管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呸！来者何人？本将上官软指，奉命回京，速开城门。杀！将军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如此慌乱？边军夺城了，已经杀进来了。什么？事情败露了，上官仲之来抓我了，被他抓住，焉有命在？快护我出城，回延安还有1线生机。柳振武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攻我张仪县？是要谋反吗？柳振武，你通敌卖国，走私生铁，我等奉上官大将军令前来捉拿，还不放下兵刃！束手就擒！束手就擒！江将军，是你！你莫要信上官重之之言，他这是诬陷朝廷命官。柳振武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投降，免得动了刀兵。哼，做梦！想让我认你们宰割？我劝你们速速收兵，否则我定要告到圣上那儿，告你们谋反。将军，勿与这叛贼多言，不降便杀。这娘们可真够狠！柳振武，你逃不了的，放下兵器吧。江远，你欺人太甚！兄弟们，反正都是一死，给我杀！江远身边有高手护着，不好下手。但这女将身前无人，射她！好胆！杀！敢抵抗者，杀！柳振武，你完了！去死！又是这招蓝驴打滚，这不会那样走。小心！我要死了！将军！
江源，江源！上官将军，无妨，剑士入肉不深，江将军怕是从未受过伤，只是疼晕过去了。什么？没死？我杀了你！将军，不可！你们让开！先别杀他，我刚才为什么想也不想就扑上去，疼死我了！啊！这娘们发起狠来，蛋壳都给你踩碎了。这混蛋以为我是在折腾他吗？剑伤最是凶险，要是不好好处理，哼，我才不是关心他，我只是不想欠他人情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！你干嘛？想勒死我？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说了不是故意的，爱信不信。将军在刘振武的床底下发现一间密室，走，去看看。急什么？密室又跑不掉。当然急了，马上就要发财了。财迷。哇，你也不跑得比我快，哪来的脸说我？快，这得有6、7万两吧？这刘振武走私了多少生铁出去？这么多银子，我傻包1、2千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喂，你官职太小，动不得，这么多兵卒都看着呢，这些都是赃款。是啊，动不得，没有自己的亲信队伍，想贪点钱都不行。贴上封条，都抬出去，拉回去交与大将军。亏大了，忙活大半夜挨了2箭，好处全没捞着。回去一定要请3个月大假，不，5个月。报，将军，前方20里黄泥坡村发现北突人踪迹，约150骑。再探。我们是否要出击？150骑，我们击为步兵。黄大哥、李大哥，分出600步兵、100弓箭手，随我前往。其余人继续押送犯人回关。将军，你已受伤，且让末将领兵前往。不必，你押送犯人回关即可。回去的上不碍事，上官将军按令行事。让你去？昨晚要不是我，你现在都凉了。你要是再出事，你胳膊得扒了我的皮啊！你，哼，混蛋！两位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我也去黄泥坡。将军，不可，军令不可违啊！他本就有伤，我不去不放心，你们不得阻我。带我回营，自去大将军处领军棍。你怎么跟来了？不是让你押送柳振武回去吗？将军昨夜为救末将受伤，如今又遇北突人，末将岂可让将军犯险？末将愿为先锋。这娘们儿说的还挺像回事儿。算了，来了就跟着吧。将军，约150骑北突人正在村中烧火做饭，村口有2人放哨，村内未见村民。黄大哥，你带几个剑法好的摸过去，干掉村口的哨兵，然后在村口道路上多设几道绊马索。李大哥，你带300人埋伏在村口道路2边，待北突人中了绊马索倒地，先以长枪斩刺，不要给他们起身的机会。明白。那我呢？你带人擂鼓，制造大军围村的假象，北突人不明情况，必然慌乱逃窜。只要他们一乱，我们才有机会。好。擂鼓，射！弟媳是大周的边军，弟媳是大周的边军。什么？给我杀出去！冲出去就是平原，他们追不上我们。杀！射！杀！这婆娘又搞个人英雄主义。弓箭手停！李大哥、王大哥，等人杀进去。搞什么？怎么一个活口都没留？本来还想审问一下，到底来了多少北突人，这下好了，全死光了。要不是打不过你，真想把你按在地上打屁股。不听号令还逞能，你以为你是赵子龙啊？李大哥，让兄弟们把这些北突人的衣服都扒了。扒衣服？自然有用，照做就是。喏，将军虽年少，但今日一战，指挥若定，心智不凡，这么做必有深意呀。你扒他们衣服干嘛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有空不如去洗洗你那身血，跟个杀猪匠似的。你说谁是杀猪匠？乡亲们都出来吧，我们是边军，北突人已经被打死了。看来他们以前被某些兵祸害过，对我等还是心有余悸。万胜！
万胜！万胜！万胜！这个混蛋好像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，会搞心机玩意儿，怕疼却不怕死。呸！别被表象迷惑了，他在燕安可从没当过人。上官崇之是真狠啊！末将见过大将军，幸不辱命。柳振武已被捉拿。江远，上官元直，你二人干得不错，全凭大将军指挥英明。大将军，我与江将军回关途中遭遇北突骑兵150余骑，已被我等全数歼灭，斩敌手150级，缴获战马106匹。什么？智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是你带人斩的？上官将军果然进过不让须眉。上官将军真乃女中豪杰。大将军，上官将军立此大功，当赏。他是武之青梅，奸杀北突人乃分内之事，不讲也罢。大将军有功必赏，若不奖赏，恐伤将士士气。请大将军奖赏，以振军心。好，有过则罚，有功则赏。大将军，末将不敢居功。此次斩杀北突骑兵，乃江远江将军一手指挥，末将只是冲锋陷阵罢了。江远，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子弟，还有这本事？江远，智儿所说是否为真？别啊，这功劳我不要，战功越大屁事越多，我还想当咸鱼呢。末将瞎指挥的。瞎指挥？你随便指挥一下，就将150骑北突人全歼了。的确如此，谁想到北突人不经打？你说什么？北突骑兵以一当十，你说不经打，这不是在扇我们耳光，说我们无能吗？末将只在后面略阵，全靠上官将军与一众将士用命，实不敢居功。大将军，是这样的。智儿与这小子不对付，断不会为他脸上贴金。看来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。江远，是你的功劳便是你的，本将军说了，有功便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1万两银子？没有，我劝你少动歪心思。从柳振武那儿抄来的银子，你敢动1钱，我打断你的腿。那末将要请假5个月。5个月？你当军营是你家开的？大将军息怒啊！末将昨夜为擒柳振武挨了2剑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江将军是为救末将，才被柳振武用弩箭偷袭射伤的。还有这种事儿？他救了芷儿，那就是上官家的恩人，这事儿就不同了。江远上前听令。又累又困又疼，快点完事儿回家睡觉。末将在。江远为救同袍，指挥有功，即日起晋升为宣节校尉，可从军中挑选200士卒归你调配，另准你休养2月，但期间务必随叫随到。才200人，假也才个2月，还随叫随到，你还不如不可以呢。江远，快叫军医！江远，你可千万别死在这儿，要死也回家死去，不然乐子就大了。小茹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只记得在上官崇之那儿眼睛一黑。公子，您终于醒了。水，可给我倒碗水。哎，小茹这就去。我睡了多久？公子，您整整睡了3天了。您回来的时候又受伤又发高烧，吓死小茹了。别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公子醒了，小茹是高兴。对了，上官姐姐在给您煮鸡汤，我去告诉她一声。那婆娘又来我家了？公子别这么说，这几日都是上官姐姐亲手煮鸡汤喂您的呢，她很担心您。哼，她那是怕我死了。他们兄妹没法跟我家老头子交代吧？嘘，公子您别这样说。小茹妹妹，你让她继续说。完蛋，被抓包了。那个，奴婢去叫道爷和胖四哥。喝汤。你就这态度对病人？你在背后议论人，还想要什么态度？我这不是刚醒，脑子迷糊吗？你别往心里去啊！怎么，只是道歉？喝汤，喝汤。若不是那2件是替我挨的，你就是死在这儿，本小姐都懒得看你一眼。你下毒了？混蛋！你当我和你一样是小人吗？我怎么可能下毒啊？我辛辛苦苦给你煮了几天鸡汤，
只是为了狗了？没下毒，我不信。那你喝一口。喝就喝。真有毒？这鸡汤你都喝几天了，怎么没给你毒死？我的手艺真的这么差吗？这么腥的鸡汤，我喝了几天，还不如我有毒药呢。少爷呀，您可算醒了，小的还以为您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知道你最忠心。一点小伤就睡了3天，你可真行。道爷，我只是被射了2箭，差点没了小命，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还讽刺我。伤口我看过了，皮肉之伤，说到底还是你身子骨太弱。我且问你，你把柳振武杀了？没杀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不过他绝对活不到延安。你没杀就好，这事无论杀不杀都麻烦。杀了，刘于明会说你们栽赃陷害；不杀，他们回到延安就会反咬一口。道爷说的对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把事做绝。你有办法？道爷，您就瞧好吧。我平生最恨吃里扒外的卖国狗，我不但要弄死他们，还要从他们背后的靠山身上狠狠咬下一块肉来。这种日子真好，比在延安那个大宅子里有意思多了。可是爹又来信催我回去了。啊，你去监军府把你哥叫来。我不去，这几天大哥天天逼我回延安，我才不去听他训斥。我找他有正事儿，你以为我想见他那块冰块脸啊？你有事自己去，使唤我干什么？真是不可理喻，以后谁娶了你谁倒霉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怎么一下就炸毛了？别激动，你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。上官姐姐别生气，公子他不是故意的。哼。黄四儿，别练了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来了，少爷。公子，大夫说您不能出去吹风。傻丫头，现在又没风啊，我好的差不多了，出去办正事。伤好些了？劳大将军挂心，这伤没个3、5月是好不了了。你红光满面，中气十足，装给谁看呢？我今天来是想问问王丽和柳振武的事，大将军处理的如何了？手段用尽了，就是不肯在口供上画押。我准备按你的办法，过几日押送途中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妥。此计不是你想的吗？计划还是那个计划，但要干得更完美些。大将军可立刻飞鸽传书给郑国公，要他上报圣上，请求京城派钦差来押解人犯。哦，你是说让刘宇明他们的人来？没错，只要他们派人来，我们便把人犯交给他们。然后你扒那些突厥人衣服的时候，就想好这么干了吧？等着钦差押着犯人上路，咱们派人假扮成北突人，半岛劫囚。如此一来，王丽与柳振武被北突人救走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是他们自己派来的钦差作证。这法子更毒，这小子不是好人呐！到时郑国公他老人家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狠狠咬那些跳出来的王八蛋。你刚才说让谁去咬？语误，我的意思是清理朝堂污秽，你我都乐见其成嘛。那你何不也修书一封给令尊？我自当会之家父。如此，江兄有劳了。你都30了，还叫我兄，还要不要脸？对了，上官兄，他们不肯画押，这有何难？直接把他们打晕，抓着他们的手往供词上按手印就是。反正人证确凿，口供只是锦上添花。还可以这样子干，这货绝对是个大阴人，和他爹江守业一样，绝对是亲生的。对了，忘了提醒上官重之，北突人能挖1条地道，就能挖第2条，这事得防范。算了，有空再说吧。东家，您来了。怎么了？没生意啊？生意倒是有些。东家，您过目。这张老极不简单，以后回延安，这师徒俩得带着，将来有用。东家，是小的无能，愧对东家了。东家，小的听说军营中也出现了咱们的断纲心法，绝不是小的师徒2人泄的密呀。无妨，此事我知晓，与你们2人无关。军中可有招来你们？有军爷来问过，说每日30文，管2顿饭，但小的是有东家的人，便拒绝了。为何不去？你们去了，工钱我照给。小的师徒祭拜您为东家，没有您的允许，怎可自寻门路？好，从这个月起，
你们师徒二人每月工钱都涨1贯钱，有活就接，没活就歇着，我不会让你们饿着。啊！谢东家，小的定当竭力以报。这师徒俩重心重义，值得培养。几个有空帮我找些消食来。是，东家。另外，过去10日，我让胖四给你送些图纸过来，你按图打造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图纸看完立即焚毁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泄露半个字，否则必有刀兵之祸。你可想好了？小的明白，东家放心，小的定不会泄露半点。如此便好。少爷，您买这么多酒干啥？道爷每天都打酒的。搞酒精？酒精？何为酒精啊？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酒精能消毒，火药能防身，这些东西都得慢慢搞起来。等时机成熟了，再开个酒厂，把高度酒卖给北兔人，岂不美哉？大周狗欺人太甚！我150名精锐骑兵尽数被上官重之斩杀，连我们花了数年心血挖通的地道也被堵死，安插的眼线几乎被屠戮殆尽。此仇不报，我北土颜面何存？大将军息怒，大周朝廷亦非铁板一块，我们可让在延安的使者给大周皇帝施压，将上官重之调离回南关。就照此办。可曾打探到是哪个将领斩杀了我北兔儿郎？回将军，据城内探子回报，领兵伏击扎木河的是上官重之麾下一个名为江远的小校官。江远，一个小校官。众将听令，准备3日后全军攻打回南关，逼上官重之交出那个叫江远的小校，以祭我北兔儿郎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如今临近寒冬，我军粮草本就匮乏，各部落也急需草料过冬，此时攻城对我军极为不利啊！罗拉森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150名北兔儿郎就白死了吗？区大周狗，怕他作甚？我说的是实情。你的部落水草肥沃，我等部落却地处贫瘠，不能不管我的族人。都别吵了，我自然知道冬季将近，可要想让使者给大周皇帝施压，光靠嘴皮子行吗？必须攻城，攻不下来，样子也做不得吗？将军英明，阵势必须做足。一来让大周皇帝知道我北兔儿郎不好杀；二来逼上官重之交出江远，我们在阵前将其斩杀，既能祭奠亡魂，又能打击大周边军的士气。就这么办，3日后攻城。哎呀，哪个混蛋在背后说我坏话？公子，您看您都着凉了。哟，乖徒弟，买酒孝敬我的。您老想啥呢？要喝酒自己买去，这些酒会有大用处。孽徒，为师手里没钱了。小茹那丫头每月就给1两银子，捂得死死的，多1个子儿都不给。道爷，咱们在这儿又没个营生，钱可不敢乱花。好，你这丫头还没过门呢，就替这小子守财，你俩真是绝配。生理期的女人惹不起，我还是离远点儿。黄四，把院子收拾一下，搭个大灶起来。孽徒，好好的酒不孝敬老夫，却拿来煮着玩儿，气煞我也！导演，您别添乱，我这是在制酒精，你以为是玩呢？何为酒精？贫道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怎没听说过世上还有酒精这东西？莫要戏耍为师！导演，这酒精顾名思义，就是酒之精华。老夫品酒几十载，什么酒没喝过？你少骗我！得了，您老一边歇着去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以后要是开酿酒作坊，可得防着这老道，别让他喝死了。在延安时，人人都说他是个不干人事的纨绔，可到了边关，他却总能弄出炼钢、制盐这些改变国运的东西。指挥杀敌时冷静果决，怕疼却又不怕死。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。爹爹已经催我好几次了，最多10天半月就要回延安。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受？难道是喜欢上了这座小院和这里的人？
公子、上官姐姐、道爷，开饭了！我要回去了，回延安。啊，上官姐姐，你要回去了呀？我爹已经来了2封信催我了。那多好，我想回还回不去呢，来去自由。吃你的饭！我看呐，是你爹要给你找婆家了。你看你这把镇国公给急的哟！闭嘴！干什么？你这副样子像我人啊！上官姐姐，您怎么了呀？别生气好不好？小茹妹妹，我回将军府了，以后你去延安记得来我家看我。我走了。上官姐姐，公子懵了，一句玩笑话就气成这样？以前不都是直接扑上来揍我吗？女人心思，海底针啊！什么香味儿？导演，别喝，那是酒精，你会飞升的。好酒，好酒啊！还好，这第一次蒸馏出来的只能算烈酒，估摸着50来度。要是2次蒸馏的酒精，老道这一口下去，不死也得成哑巴。好徒弟，先前是为师错怪你了，这真是酒中精品，难怪叫酒精。道爷，我的亲祖宗，你可别乱喝了，这只是烈酒，等2次蒸馏出来的才是酒精，喝了会死人的。为何？既然是酒，为何喝不得？你这法子我见着了，我自己弄。酒精和烈酒不是一回事儿，我跟你说，那若是将这酒精兑上水，那是假酒，喝多了会死人的。导演，我跟你说，这法子是我的独门秘方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，我还指望他挣钱呢。你当为师傻呢？怎么可能外？彭斯，把道爷赶回屋里去，他也并非真实贪杯，只是那些痛苦的过往，也只能用酒来麻痹吧。这是好事，说明伤口在恢复了。没了上官的婆娘每天早上来踹门，叽叽喳喳的，家里安静的，反倒有些不习惯了。我这不是贱的吗？不是早盼着她走吗？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脸有点痒。公子，我想去找上官姐姐，她那天生气走了，也不知道气消了没有。你管她呢？公子，您别对上官姐姐那么大敌意嘛，她人很好的。算了，你想去就去吧。谢公子。北突人攻城了。将军，北突人聚10万大军攻城，大将军命你速去北门城楼。这等阵仗，大将军，北突人此时攻城，势有蹊跷，眼看就要入冬，他们实无理由现在动手。管他什么原因，他们敢来，就让他们试试我大周的刀利不利。传令，刀剑手待命，北突人敢靠近100步之内，即刻射杀。诺。城下北突将领听着，尔等无故来犯，识相的赶紧退兵，否则休怪刀枪无眼。城上的周狗，快快开城受死！若等大军攻入城中，定屠得你等鸡犬不留。勿那蛮夷，报上名来。听好了，我乃征南大将军麾下先锋官巴特尔。末将参见大将军，大将军有令，我岂敢不来？你怎么来了？身上有伤，还跑来凑热闹？等会儿箭射上来，你仔细看着点儿。城上的周狗听着，速速将领兵伏杀我北突勇士的小校将员交出来，否则等我等大军破城，定将尔等碎尸万段。他娘的，让我来的？城里果然还有奸细。唐将军，骂累了吧？换我来。阿什纳，苏赫巴鲁，我相信你老了。你个龟孙子，有娘生没爹养的玩意儿！听说你妈当年跟巴尔特他爸有一腿，用的是老汉推车还是观音坐莲啊？生下你这么个玩意儿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流氓！给我攻城！把城头那个骂人的小子给我就地砍成肉末！狂弩放！长明，倒火油！拼了！
家。在草原上放牛羊不好吗？为何非要来找死？将军，老徐他不行了。徐大哥，你撑住，我这就让军医。将军不必了，小的知道自己大限将至。小的有一子，当年城破前让他去了延安，投奔他姑姑。将军若能回延安，帮我找到他，把这个交给他。徐大哥放心，我一定找到他。谢将军。老弟兄们，我先走一步。今日我杀了2个北土人，也算给英娘报仇了。将军为何收兵？请再拨我1万勇士，我誓要破城。蠢货！工厂器械尽毁，士气已挫，此时强攻只会徒增伤亡。暂且收兵，打造器械，再来攻过。将军，回南关南攻，我们可分兵佯攻阴公岭，分散其兵力。另外，今夜可派人从多处挖掘地道，只要挖通一条，便可里应外合。可。北土的崽子等着，老徐头的仇我会亲自报，将你一清算。老徐头，安心走吧。北土，我誓要把你们打疼、打怕，打得你们彻底翻不了身。